我本是一名大学刚毕业、没经过社会毒打的少年，只因为看到牛头马面在我家门口经过，就被他们选入地府当临时工，还顺便考了个公务员，成功抱上了铁饭碗。嘿，兄弟，你们这扮相挺逼真啊！你能看见我们？这不是废话吗？路灯虽然不是很亮，但我又不是瞎子，当然能看见你们。呵呵，有点意思。可那三人并没有搭话，而是提起了脚步，自顾自往前走了。切，没礼貌！现在这些年轻人怎么这样？既然人家不乐意搭理，陈毅也懒得热脸贴冷屁股，继续回屋躺着，想着这几天该怎么玩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梦里陈毅迷迷糊糊间来到了一个灯光昏暗的办公室，四处散发着幽光，却又看不到尽头。陈毅准备翻开一本文件看看，背后突然出现到熟悉的声音：“小子，别碰！”哎，熟人吗？这不是。行，你们说别碰就别碰。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爱计较。虽然昨天他们对自己爱搭不理，但今天也没让他们高攀不起。兄弟，你们也在这儿啊？我们本来就在这儿啊。小子，你不觉得冷吗？不冷啊，这大夏天的，你俩干嘛一直小子小子的？咱们应该差不多大吧？我们已经几千岁了，上来就敢跟我俩称兄道弟的，你是第一个。这两货怕不是 cosplay 玩多了魔怔了？你几千岁，那老子还上万岁了呢，笑死！你小子这是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查过了，你叫陈毅，今年23岁，生平没做过什么坏事，还有点善心，救治小动物，扶老奶奶过马路，10斤不昧公交让座，也算是个好人。行，我不装了，摊牌了，在下确实是个大好人。我们这次找你来呢，就是想和你聊聊，有没有兴趣到我们这儿工作？工作？我已经找到工作了呀。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兼职。兼职可以，工资怎么算？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工资你放心，肯定不会亏待了你。别整这些没用的，你就说一个月多少，不说清楚我可不干。好，但我们这里工资是1年结一次的，你想要多少？1年结一次，当然傻子呢。呸，这么明显的骗局，怕是人来了，腰子没。既然你们是论年薪，那我就要个30万吧。30万人民币？当然是人民币喽，不然还能是什么？那你等一下，我现在去跟判官大人申请。演的还挺逼真，要是自己没猜错的话，前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个拐角吧？陈毅，判官大人同意了，你明天开始就过来兼职吧。哟呵，这流程还走挺快，比自己跟人事姐姐申请调休还快。那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？也是 cosplay 吗？不过我可先说好，得让我扮点帅气的角色，比如李寻欢。陈毅看见他们俩，好像想说什么，但只能看见开合的嘴唇，却听不见声音了。一阵白光闪过，所有场景快速后退，消失不见。睁开眼，原来已经天亮了。哼，真有意思，年薪30万，自己一个月薪4000的搬砖狗也真敢吗？你个瓜娃子，啷个这么能睡？叫了你多少遍了也不应。咋了妈？现在还早啊？你娃上辈子肯定是个睡神，外面敲锣打鼓那么久都没把你弄醒。哪里在敲锣打鼓？隔壁呀，你留神没了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昨天回来都还和刘神打招呼。谁说不是？昨天人还好好的，听说是脑出血，睡梦中走。桌上给你放了碗抄手，赶快吃了免得坨了。你爸爸已经去他们家帮忙了，你吃了也过去搭把手。刘婶的家在隔壁不远，陈毅吃完饭就赶了过去，几分钟就到了。只看见到处挂着白布，灵堂已经布置好了，就快要到刘婶下葬的时间。许多和刘婶关系不错的人都陆陆续续走到棺材旁告别。你不去看一眼？这有啥好看的？吃太饱了。刘婶好歹也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小时候也经常给你吃糖，这一眼也是最后一眼。我一时间感慨万千，想了想，还是去看上一眼吧。只见刘婶穿着寿衣，面色苍白的躺在里面，好像睡着了一样。怎么披头散发的呢？他家里人也不给他梳梳。正在胡思乱想间，身后突然响起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回头一看，是刘婶的女儿吴倩倩赶回来了。后面的事情，陈毅就不想参与了，跟老妈说了一声，就回了自己家。回到房间，准备睡个午觉，但眼睛一闭上，刘婶最后的仪容就出现在自己脑子里面。刘婶披头散发的样子，和昨天晚上在家门口看到被链子锁住的那个人很像，连黑色的寿衣都是相同。难道那3个人不过是玩 cosplay 而已？肯定是巧合，绝对是巧合。等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3点了，还没起身，就听见外面传来爸妈的聊天声，看来他们是帮完忙回来休息了。嗨，你说怪不怪？想尽办法他都不闭眼，非要按那个道士说的做才闭得上。妈，你刚才在说什么？你走早了没看见？吴倩倩哭得伤心，刘婶眼睛一下就睁开了，子不瞑目呀。那后来到底咋闭上的？还不是那个算日子的道士呀，他喊你刘婶娘家的兄弟在他耳边说了句，你刘婶的眼睛才自己闭上。他女儿和老公说了也没得用，就娘家兄弟说了才有用。哪个说不是吗？你刘婶最是相信娘家人，非要亲耳听到他兄弟会照顾他玩才肯安心。哎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聊着聊着，时间已经4点半了。走，过去吃饭。妈，我肚子不舒服，就在家吃点清淡的就算了。老妈听儿子说不舒服，立刻找出几颗泻立停，交代儿子吃掉，才和老爸一起过去。吃完自己煮的难吃的面之后，打了2把游戏，然后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下，眼睛再次睁开的时候，又是那个散发着幽光的办公室。怎么回事？没做完的梦隔天还能搁这儿续杯呢？2个兄弟，你们咋又在？你第一天上班，我们必须在啊，带你熟悉熟悉环境。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，你就在这儿办公。对了，你只能在这个区域办公，别的地方不能去，你也去不了。OK， 让我看看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。马面随手拿出一份资料。方德品，2003年1月22日卒于湘省新县，魂魄不肯入轮回。人家不肯入轮回，关我什么事？你的工作就是让他们怨气消散，重入轮回。因为执念深重的人会畅流世间，影响普通人的正常生活。装的很像是专业人士，甚至连故事情节都安排的有模有样。你们呀，太有职业精神。我隔壁刘婶去世了，你们真应该去。我们去了呀，你当时还跟我们打招呼来着。去个锤子，自己就在现场，怎么没看见你？突然脑海中划过昨天晚上的情景。2位兄弟，你们没和我开玩笑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们不去怎么把
把他的魂魄带走，你不是也看见他的魂魄了吗？敢问二位兄台的名号？太久了，我都忘记本名了。不过世人都叫我们牛头马面。两位大哥，我是不是死了？你没死，你只是魂魄下地府了。就是你睡着了，魂魄下来地府工作，等到天亮你就可以回去了。这样能回去就好。看来你是还没有做好本，也是我们没跟你说清楚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如果你想通了要回来，摸三下这根红绳就能回到这里了。这梦境也太逼真了。陈毅起身准备去倒杯水喝，看到自己右手上竟然明晃晃的系着根红绳。妈蛋，那真的不是梦！让你嘴贱，让你搭话，让你社交牛杂症，事到如今后悔也没用，只能跟两位大哥商量下，看看他们能不能放过自己。小子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两位大人好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希望两位大人不要和我计较。回去一趟怎么像变了个人，不叫我们兄弟了？不敢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再也不敢了。为什么不敢？我倒是觉得很好，已经很多年没人这样叫我们了。对了，你准备好开始干活了吗？那个牛头大哥、马面大哥，我觉得以我的能力不能胜任这里的工作，要不你们还是找别人吧。小兄弟，你既然能看见我们且来到地府，也不觉得阴了，就已经说明你能力非凡了。对，而且我们已经把你的名字上报给判官大人了，现在要打退堂鼓可不行了。为什么非得是我呢？我真的觉得我不行。你看见我们还和我们打了招呼，这就是缘分，放心，你肯定行。牛哥马哥，你们在千千万万人之中选中了我，难道因为我是天选之人？我的使命是不是拯救世界？哈哈哈，你小子快别做梦了，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像你这样为我们地府办事的人，不然你以为地府的传说是怎么流传出去的？还拯救世界，你能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好就不错了。对了，两位大哥，在这里兼职会不会影响我在上面的正常生活？对我身体会不会有影响？你是睡着之后魂魄入地府做事的，对你阳间的身体非但没有半点影响，还会滋养你的神魂力。那工作时间是多久？有没得休息？按阳间的时间算，是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，实在有事可以请假。哎呀，还是8小时工作制，阴间也是有人文关怀的吗？休息是没有的，你每天都得下来做事，反正身体已经在休息了。妈蛋，全年无休啊！压榨，这绝对是压榨。休息虽然没有嘛，但可以先给你发工资，1年的。啥？可以先发1年的工资？必须撤回上面那句话，这哪是压榨，这是福报。那什么时候可以给我？现在吗？不会是烧的那种币吧？你小子想什么呢？给你的当然是你们阳间用的人民币。这样吧，明天你随便找一家彩票店，进去后随便买张刮刮乐，刮开就行了。大哥，您没有和我开玩笑吧？哥哥，我没有和你开玩笑，明天你去了就知道了。聊了这么久，上面也要天亮了。这样吧，今天你就不用干活了，当熟悉环境。两位大哥真是太善解人意了，弟弟十分感动，回去就给您2位安排上金元宝，请你们喝茶。你小子挺上道啊，以后肯定前途无量，哥哥看好你。当务之急是去验证30万年薪的事，要是没有中，就证明他们骗人，那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推掉这份工作喽。经过半小时的公交，陈毅终于到了彩票店。老板瞟了来人一眼，直接自顾自拿出手机开始打起游戏来。陈毅站在柜台前，随便选出了一张刮刮乐。第2排没有，第3排还是没有，老子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事，玩我是吧？行，回去就把你烧了。刮到最后一排，真的中奖了40万。于是陈毅就打了个车，直奔市里的彩票中心。工作人员告诉陈毅，虽然中的是40万，但是扣完税到账是32万。不开玩笑，扣税8万这4个字带给自己的痛，甚至比当初失恋还来得更汹涌。但想想牛哥说好的原本是30万，现在还多出来2万，说起来还是自己赚了。兑完奖后，陈毅便回了家。到家以后，坐在沙发上就开始疯狂刷着各种购物 app， 电视、空调统统下单。搞完一切之后，陈毅就回到自己房间，躺在床上开始思考。既然牛哥马哥承诺的工资已经就位了，那自己答应的工作也要好好去做。陈毅开启了自带技能秒睡大法。没过多会儿，陈毅就置身于熟悉的工作场地了。四周依旧是散发着油光，但不同的是，这次牛哥马哥都不在。嗨，他们这种人物估计每天事情多的很，哪有功夫理自己这小卡拉咪？陈毅也不是个墨迹的人，直接准备开始工作了。方德品奇被人谋杀，属横死，怨气深重。2003年族，距离都10几，这么久都没去投胎，那怨气肯定重啊。手指在文件上面轻轻的摩擦，刚好覆盖在方德品的名字上。突然，眼前的景象一变，这是在某个学校的操场，给自己弄这里来干啥？怀念9年义务教育的美好时光。为了摸清情况，陈毅沿着操场走了一会儿，想碰碰运气。没走一会儿，就见操场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个人。兄弟，请问这是哪里？那人低着头，并没有理会。但陈毅急于弄清情况，只得厚着脸皮继续问：兄弟，麻烦你告诉我这是哪里？我问完就绝对不烦你。这人不会是方德平吧？请问你是方大哥吗？我是。那个，我是来劝你投胎的。知道你是被人害死，但你一直盘桓人间也不行，不如跟我走吧。跟你走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？我的尸体至今还埋在这操场下面，家人连我在哪都不知道，而害我的人升官发财，家庭美满。你让我跟你走，我怎么可能跟你走？呵呵，投胎，不如我先送你去投胎吧。这怎么办？对了，手腕上的红绳。陈毅赶紧哆嗦着，快速的摸了3下，周围场景迅速变换。
看着眼前熟悉的办公桌，陈毅终于松了口气，扭头一看，牛头和马面正一脸笑意的看着自己。妈蛋，自己差点没了，他们还笑。弟弟，我被你们害惨了，差点就回不来了。你们也没告诉我这工作这么危险。小子，你这不是安全回来了吗？哥哥送你的红绳还好用。我们呀是过来叮嘱你一些注意事项的，但没想到你这么勤快。哦，勤快也不行，想做一个优秀的打工人也有错了。都有些什么注意事项？首先呢，就是这红绳，你也知道那些横死的魂魄都不是好说话，红绳可以保你的命。其次就是这把剑，你把手放在他们的名字上，就能马上出现在被害者魂魄身边。原来如此，这里还有一支笔，你用笔尖点在他们的名字上，就能知道他们生前的一切。牛哥，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弟弟也不会这么狼狈了。你是不知道，那方德品问我知不知道他是怎么死，我还真答不上。现在知道也不晚，来日方长嘛。这支笔名叫通灵笔，还有一个作用，可以让魂魄托梦，时间为1刻钟。哇靠，这么神奇，那我该怎么用它？通灵笔碰到魂魄，自然就能把他们送到亲人的梦境里。溜啊，这也太秀了！叮嘱完这些，牛头马面就准备走了。陈毅赶忙送他们，不用送了，你自己先摸索着吧。对了，返回阳间之后，可以多念念金光神咒，可以让那些冤魂没法接近你。金光神咒是道教的咒语，自己在地府工作，念道教的咒语，这样可以吗？牛头马面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。陈毅坐回椅子上，按照牛哥说的，拿起通灵笔，笔尖轻轻点在方德品的名字上，一道画面突然出现在陈毅眼前，一个婴儿咕咕落地，而后慢慢长大，儿女双全，每天工作之余就是在家陪老婆孩子。突然，画面来到了他53岁这年，在监督的某学校操场工程质量不合格，出于对学校学生的安全考量，方德品拒绝签字，并向县里举报。这一操作惹怒了包工头杜少平。一天，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，拿起一瓶饮料喝了几口，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很快，他的尸体就被埋在了他所监督的操场跑道下。2天后，他的妻子报案，警方也大力寻找，但根本找不到踪迹。随着尸体一日日腐烂，他的怨气也随着时间越来越重。最后画面终止，眼前的一切消散不见。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，竟然光天化日被同事就这样谋杀了，我该怎么帮助他？直接报案，手里没有证据。可是若不揭露出这桩旧案的真相，方德品必定不甘心，也不可能散掉怨气。左思右想间，一阵白光闪过，陈毅睁开眼，天亮了。幺儿，面煮好了，起来吃面。妈，你下次进来能不能先敲个门？你全身上下我哪没见过？小时候尿片片我给你洗少，现在跟我扯这些。好，打住，我和你说不通。吃完面后，陈毅把碗洗好，家里就剩自己一个人了，便回了房间，仔细回忆方德品和自己说过的话。根据以上可以得出结论，方德品的诉求就2个，一个是让家人知道，另一个就是把凶手绳之以法。既然如此，晚上再去见方德品，引导他入亲人的梦境，将他的埋尸弟弟和害他的人都和亲人说清楚，再由亲人去报案，这样就水到渠成了。你好，请问是陈先生吗？是的，你哪位？我这边是京东宜城店，你购买的空调和电视，我们店正好有现货，一会送货上门可以吗？可以。反正也没事做，陈毅就打开了游戏，刚开了2把，就传来了敲门声。看来是送货的师傅到，你别说，还真快。起来飞奔到门口。2个师傅正在卸货，等所有电器装好，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。爸妈他们也正好回来了。哇，幺儿，你当真买大电视了呀？心情不错的老妈，晚饭直接做了一桌子儿子爱的吃的菜。吃完晚饭后，陈毅只回了房间，往床上一躺，干活去了。再次睁开眼，已经到了熟悉的工位，打开记载着德品资料的文件。走你，方大哥，你好啊，我又来了。你竟然还敢来！真是醉了，上来就开大招，不讲武德呀！方大哥，你先听我说啊，我这次来是帮你的。我知道你是来帮我的，帮我投胎。妈蛋，这死鬼脾气也太冲，好歹听人家说完啊！眼见黑色雾气就要涌到眼前，陈毅只能暗暗开始念金光神咒，希望有用吧，不然今天很有可能要交代在这儿。道爷们保佑啊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金色的微光出现在陈毅四周，不偏不倚，刚好把黑色雾气隔绝在了身体之外，让他们无法触碰到自己。真的有用啊！牛哥诚不起我，这么凶干嘛？又不是我把你害死的。方大哥，我这次来是真的要帮你。陈毅把手中的通灵笔举起来晃了晃，方德品的眼神瞬间被这毛笔吸引。这支毛笔是我从地府办事处带来，它可以让你进入你亲人的梦境，也就是给托梦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可以让我给亲人托梦？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太冲动，误会你了。能理解。现在呢，我准备带你入梦，你把你的冤屈告诉你亲人，让他们来找出你的尸体，替你伸冤，可好？好。陈毅周身的微微金光也慢慢消散，看来这咒语也是有时效的。陈毅拿起通灵笔朝他点去，笔尖触碰到他魂魄的一瞬间，天旋地转，已经身处另一个环境了。爸爸，你这些年去哪里了呀？我和妈妈好想你啊。玲玲，你听爸爸说，爸爸接下来的话你一定要记住，我是被杜少平害死的，尸体就埋在某某学校的操场下面。你醒了之后，记得帮爸爸讨回公道，不要放过害爸爸的人。爸爸，我们猜你大概是被害了，这些年来一直在奔走，可是丝毫没有结果。如果在你们当地没有结果，可以试试向中央扫黑除恶组写举报信。但玲玲好像看不见陈毅，也听不到陈毅的声音，只得由方德平转述。
述。爸，你放心，我全部记住了。说完这些，四周的景色逐渐变淡，似乎下一秒就要消失不见。玲玲，告诉你妈妈，我很想她，这些年是我对不住你们了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呀。梦境的一切消散之后，两人又回到了那个操场。小哥，多谢你，我多年的愿望总算可以实现了。方大哥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应该的，不用这么客气。现在你愿意跟我走了吗？现在不行，还要再等等，等我的尸骨被挖出，等家人把我安葬，等凶手得到惩罚。10几年的时间都过去了，也不差再等些时候。于是陈毅和他道别，摸了摸手腕上的红绳，回到了地府的宫位上。刚刚坐下，书桌对面就出现那颗硕大的牛头。牛哥，你来了。小子，通灵别好用吧？好用，好用，竟然把我都带入梦里了，真的很神奇。好用就行，我就是来看你一眼，没事我就去忙了。牛哥，等等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请问下你。方德品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不给自己亲人托梦，告诉他们事情？早说不早就解决了。你以为这梦是想托就能托的？横死之人怨气深重，除非家里人找了道士做，否则是入不了亲人梦境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呢。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牛哥，你去忙，嘿嘿。牛哥走了之后，陈毅又拿去卷轴看了起来。这不看还好，一看真是吓了一跳。这竟然是一家7口同时横死，无一幸免的惨案。天哪，一家7口全都死了，这也太惨了！到底是多大仇，能把人全家都给杀了？不知道做了多久，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：“小子，你发什么呆呢？”牛哥，我想知道那些大奸大恶的人死了之后是什么下场？他们还会投胎做人吗？投胎，按照所犯罪一一论才是。你以为18层地狱是做什么用的？真的有18层地狱啊？那传说中拔舌头下油锅也是真的了？废话，这些事在阳间也流传1000年了，你以为是空穴来风吗？好家伙，是真的就好办了。那些坏事做尽的人，真应该让他们各种酷刑都来一遍，不是来一遍。好好工作，有时间哥哥会带你去长长见识。陈毅一抬头，发现牛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。幽暗没有尽头的办公室，又只剩下陈毅一人。看着桌上那本记载着无数人死亡的卷轴，陈毅重重的叹了口气，实在是太沉重了。不过既然拿了薪水就得干活，不如先了解下当时发生了什么吧。居然让这一家7口全部横死，凶手最后又有没有被绳之以法？想要知道答案，咱们下集见。画面来到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两个歹徒出现在他们家门口，将张友一家全部杀害。最不幸的是，张友小女儿只有几岁的她，却遭到2个狂暴的杀人魔王玷污后才被杀死。这究竟因为什么让凶手做下如此惨案？可事实却是因为入室抢劫，只在屋内翻出几百块钱。他妈就这么几百块钱还不够我们分的。天上的乌云逐渐散开，一束月光洒在这座充满鲜血的房间里。趁着月色，陈毅看清了其中一人的脸，心里顿时咯噔一下。这张脸自己好像在哪见过。张友家灭门的过程展现完毕，所有画面全部消散。自己从没去过，按道理不可能见过，难道？陈毅连忙摸了3下手腕上的红绳，再次睁眼，已经回到了房间里。一个仰卧起坐，拿出手机开始搜索。玉省汝宁市一家7口灭门，杀人狂魔变矿，跨省作案33起，杀41人。难怪看着这么眼熟，原来是曾经轰动全国的特大刑。2个歹徒的贱命，怎么抵得过被杀的41人？这些人就算永堕地狱，受尽酷刑也不为过。看了眼时间，凌晨3点05分，陈毅连忙躺回床上，回到地府的桌案前。不对啊，既然凶手已经全部伏法，张友一家为什么还怨气难消呢？之前那个案都是因为凶手没被抓住，可是这变矿已经死了呀，难道是因为他们一家全部死了？没有人告知他们凶手已正死，才导致他们一直在人间徘徊。想到这里，陈毅拿起卷轴，将手放在张友的名字上，眼前的景象急速变换。下一秒，陈毅已经站在了张友废品回收站，角落里有4大3小7个身影蜷缩在一起，身上笼罩着一层阴气。张友，你们已经死了很多年，为什么不去投胎呢？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投胎呀。我们一家好像不能离开这里。说话间，他试图向外走来，但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怪圈将他们拦住，无法走出那个角落。你知道吗？杀害你们的凶手变矿和同伙很多年前就被抓住枪决。真的吗？他们真的死了吗？真的，他们现在正在阴曹地府日复一日的炸油锅呢。你们可以放下。听到这句话，张友一家7口身上为数不多的阴气渐渐消散，一道散发着白色光芒的大门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。谢谢你，我们该走了。难道这就是通往投胎之路的门？张友好像知道这是他们该走的路，带着一家老小就准备朝他走去。突然，他们中的一个小女孩用稚嫩的声音问道：“哥哥，坏人为什么要杀我们呀？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？我也才是个小朋友啊，他们为什么要玷污我？”这不是你们的错，是坏人丧心病狂，他们会被千刀万剐的。目送张友一家全部走进那道门后，发光的门也随之消失不见。陈毅摸了3下红绳，回到了地府。陈毅，哥哥们没看错你，
你，果然是个踏实办事的。马哥，怎么说？你一次渡走了一家7口，这事办得很不错。哥哥们会在判官面前帮你说好话的，到时候给你申请点奖励也不是不行。两位大哥，那个奖励是什么？你这回啊，可算是给哥哥们长脸了，才来几天就度化了7个，不像之前叫来的那些人，既是磨洋工的啊。在我之前这个岗位还有很多人，你这个位置和鬼差一个级别，一直有很多人。牛哥，说到级别，能不能给我详细讲讲？毕竟我是阳间的人，对地府的官职不是很了解，万一哪天遇到个大佬，别给你们丢人才好。你这个位置其实不算在我们地府的官职内的，但真论起来，也就和鬼差、阴兵差不多。你上面呢，就是我们哥俩，还有黑白无常、豹尾、鸟嘴、鱼鳃、黄蜂、日游、夜游，世人称我们10大阴帅。我们上面还有公曹司、判官司、阴曹司、轮回司。至于10殿阎罗和更高的存在，你就没必要知道，反正你也见不到。啥？豹尾、鸟嘴、鱼鳃、黄蜂？大哥，你确定不是在搞笑？豹尾他们4个是专居飞禽走兽的魂魄的，所以人间关于他们的传说不多，你不知道也正常。牛哥、马哥，我之前见到张友一家的时候，他们好像被束缚在一个看不见的圈，走不出这个圈子。这个圈子是你们弄的吗？这不是我们做的，我们要是有那时间，直接就渡了，还能留他们这么久干啥？以哥哥多年的经验看，应该是他们自身被杀的惧和善，使得他们画地为牢。不仅他们走不出来，别人应该也不能进，既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别人。行了，你也别伤感了，他们一家子下辈子会有个好结局的。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吧，不用等到天亮了。陈毅摸了3下手上的红绳，回到了自己房间。陈毅又闭上眼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。梦里温暖的公园中，远远的就看到张友一家正带着3个小朋友在荡秋千。陈毅快步朝他们走过去。哥哥，你来啦，谢谢你，我们就要去过好日子啦。你没骗我，我们看见那些坏人啦，他们现在每天在受刑呢。陈毅正想说些什么，张友夫妻却对自己挥了挥手，画面开始慢慢消散。这么大的碗，喊半天喊不起来，面都要坨了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，马上就来。刚才是在做梦呀，可那真的是梦吗？还是张友一家在跟自己告别呢？一边吃面，陈毅一边在想，牛哥他们说的会申请奖励，肯定不是诓自己的，到底是什么奖励呢？突然，陈毅嗦面的动作一顿，靠！之前好像说过要给牛哥马哥烧些金元宝，差点就忘记了。吃完饭后，陈毅火速赶往县城，直奔目的地，但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于是拐了个弯，朝着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前进，停在一家美发店门口，上一美发，然后走了进去。洗剪还是烫头？又剪又烫。陈毅，你娃好久回来的哇？回来没钱，这不马上就来看你了。算你娃孝顺，还晓得来看爸爸。对啊，我来看我腰。是这样的，我准备在家里发展，荣城有个朋友准备教我做代练，我怕我妈老汉不放心，说是和你一起做的。放心，到时候你爸妈要是问我，分分钟给你打好掩护。陈毅和他聊完之后，叫上另外几个兄弟，便一起去干饭。在回去的路上，突然想起了说好的给牛哥马哥的金元宝，便去买了2袋子金元宝，找了个偏僻的地方，就准备把金元宝通通烧掉。牛头马面大哥，弟弟给你们送金元宝了，记得收哈。烧到一半的时候，陈毅觉得不保险，要不再念念他们名字，可自己不知道他们名字。对了，万能的百度答案很快搜了出来，牛头叫阿棒，马面叫罗刹。阿棒、罗刹大哥，弟弟给你们送元宝了，你们记得收啊。烧完元宝，陈毅便回了家里，默默地躺回了床上，闭上眼睛，又回到了熟悉的工位上，拿起了沉重的卷轴。正在我每每想着奖励的时候，再次上班就遇到了让陈毅都觉得为难的事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江婷婷，女，2016年11月3卒于扶桑东市。这不是之前在网上见过的留学生遇害案吗？她还没去投胎，还盘桓在人间。是了，遇上这样的事，她怎么能不恨呢？陈毅回忆了一下之前从网络报道上知道的讯息，2016年刘雨欣和前男友发生争执，为了躲避纠缠她，借宿在闺蜜江婷婷的出租屋内。11月3日，刘雨欣、江婷婷先后回到住处，性格狂躁狠辣的前男友早已躲藏在暗处。刘雨欣先一步回到家中，而江婷婷却因为刘雨欣关上了大门，被其前男友一刀刀捅死在自己家门口。凶手陈世峰后来被扶桑警方捉拿归案，判处有期徒刑20年，但刘雨欣丝毫没有愧意，依旧吃喝玩乐，生活的十分潇洒。江婷婷妈妈只有这一个爱女，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？总要知道自己女儿为什么死吧。于是找刘雨欣询问事发时的细节，而刘雨欣避而不谈，声称这事和自己没关系。江婷婷妈妈只得上网求助。这时事件已经发酵，全网声讨刘雨欣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，但刘雨欣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。既然江婷婷还在人间盘桓，那肯定也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了。用命救下的闺蜜，污蔑自己，辱骂攻击自己妈妈，她该是何等绝望。面对这位善良女孩，陈毅给自己加油打气。一家7口你都送走了，别怕。瞬间
画面急速变换，陈毅出现在了一张床前，身边正站着一道身影。没错，正是江婷婷。那么床上的人应该就是江婷婷妈妈了。但陈毅甚至没有在她身上看到一丝丝怨气。这不应该啊！你是谁？江婷婷你好，我是陈毅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要怎样帮我？我可以带你入梦。可是我自己就能给妈妈托梦呀。那你是因为刘雨欣没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所以不肯走吗？我并不怨恨她，我知道她当时是太害怕了。其实以前我和她关系很好的。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我只是放心不下我妈妈，她这辈子太苦了，我想多陪陪她。你的事很多人都知道，阿姨也拥有了无数支持关心她的人，大家都想为你们讨回公道。我知道的，可是妈妈现在还是很痛苦。江婷婷，你也知道阿姨大部分痛苦都源自刘雨欣，要不我带你入刘雨欣的梦，去吓唬警告她一下。算了，她现在也不好过的，前几天我去看过了，她连门都不敢出，每天都会收到无数的谩骂指责。哎，这都是刘雨欣应得的，她干的就不是人事。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你和网上的那些好心人一样，我真的很感激你们。妈妈没有放弃为我讨回公道，我想看到她成功的那天。我理解你想陪着妈妈的愿望，可是人鬼殊途，你总是这样待在她身边，不怕对她造成什么影响？鬼在人身边待久了，会影响活人的阳气，阳气一少，各种病痛都会找上门来。你真的想阿姨再遭这份罪吗？我知道了，让我去梦里和妈妈告个别吧。就看见江婷婷轻轻挥了挥手，眼前的画面开始变换。妈妈，我要走了，以后不会再入梦来陪伴您了。您放心好了，接我的人说坏人会得到报应的，我下辈子也会过得很好的。这是我准备说的，可我还没来得及说啊。妈妈，你以后要按时吃饭，好好睡觉哦，不要让我担心好吗？这辈子能做您的女儿，我很满足，只是可惜不能好好孝顺您了。好啦，再哭就不美了，我的大美人，有您的爱，我走得很开心，并不是去受苦呀。正式的告别之后，回到了床边，此时那道发光的门再次出现。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来，或许我不会放下。你这么聪慧，即使我不来，迟早也会想明白。江婷婷，等等，怎么了？害你的人一定不会有好下场，你信我。还有，下辈子别再做大好人了，自私一些好吗？知道了。江婷婷消失之后，她母亲流下了眼泪。保重。随后，陈毅摸了3下手腕上的红绳，刚回到地府，就见到了那2个熟悉的身影。老弟啊，又渡走了一个，你可真是有点本事。主要还是2位哥哥教得好，托你们的福，托你们的福。2位大哥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江婷婷下辈子怎么样啊？她呀，下辈子投身在一个大富大贵之家，好得很咧。马哥，你都不用看下小本本吗？不用看，我们刚从孟婆那儿过来，看见她喝的孟婆汤，能不知道吗？对了，那姑娘投胎之前还夸了你呢，说你温柔又耐心，一点都不凶，和她预料的一点都不一样。2位大哥，你们今天忙不忙？有没有时间带我去见识见识18层地狱？没问题，走吧。陈毅也赶紧站了起来，麻溜的跟在他们身后，跟着牛头马面一直走进一片灰色迷雾。老弟，这就到了。当陈毅和牛头马面一起踏出迷雾，就被迎面而来的场景震撼。牛哥，需要这么多阴兵看守？老弟呀，你是不知道地狱里的诸多手段，很多鬼根本受不住，会想方设法的逃出来。说话间，一只浑身是血的鬼从里面暴冲了出来。可惜的是，他甚至都来不及跨出门槛一步，就被门口守卫的阴兵一杆长矛挑穿了胸口，然后又被阴兵像拖死狗一样拖了进去。牛头马面带着陈毅大摇大摆的朝宫殿大门走去，刚踏进去，无数尖利的惨叫和呜呜的怪异声就在耳边响起。跟随着牛哥马哥的脚步，就看见里面竖立着无数棵铁打造树，它的枝桠上挂满了人。不用好奇，他们都是从拔舌狱受刑之后过来，所以都没有舌头，叫不出声。老刘，还是你舒服，我都想跟你换换了。你也就是口头说说，小子别好奇了。凡在世时离间骨肉，挑唆父子、母女、兄弟姐妹、夫妻不和之人，死后都要入铁树地狱。原来如此，明白了。牛哥马哥，咱们去第4层吧，快天亮了。陈毅跟着牛头马面走了许久，才来到第4层。廖兰生前巧言欺骗，拐卖妇女，偷窃儿童，致使许多家庭破裂，现数罪并罚，判入拔舌狱、剪刀狱、铁树狱、油锅狱、血池狱、石磨狱、刀具狱，刑期100年，不得减刑。冤枉啊！我在阳间可是个好人，连警局都没进过，怎么可能做这些坏事呢？在孽镜台前还敢撒谎！我呸！还不是他们自己愚蠢，怎么能怪我？我活着从没受过1天的罪，你们凭什么判我？满身鲜血的廖兰任由鬼差拖着，朝着他最后的归宿走去。由于时间有限，陈毅只来得及见识这4层地狱就离开了。天又亮了。幺儿出来吃包子了，还给你买了油条。
妈，今天不吃面了。今天你爸爸发工资了，我也偷个懒，买个现成的。等他们吃完早饭，爸妈也出门了，是去帮舅舅家收稻子。陈毅也想去，被老妈拒绝了，于是只能舒舒服服的待在家里打游戏了。陈毅一看是新闻推送，某学校操场挖出一具男尸，尘封多年的案件告破。操场男尸，难道是方德品的尸被找到了？方德品女儿真的向中央实名举报了，而中央接到举报后也很重视，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很快展开了行动，并且顺藤摸瓜抓住了凶手。案子破了就好，方德品自己也能解脱了。爸妈不在家，陈毅也懒得做饭，于是揣了几个硬币上街，来到了母校门口的那家小吃店，点了份小吃。刚刚坐下，就听到一道甜美的声音：老板，要一份凉面。靠，不是吧，这么狗血吗？他认不出来，他认不出来。陈毅，完了完了，芭比扣了。张颖，好巧哦，老同学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没太大变化，不然我都怕认错了。你比以前更漂亮，没想到你也比以前更会说话了。一阵寒暄过后，陈毅也念念不舍地和初恋告别，看着他慢慢远去的背影，终于平复了心情。回到家后，就直接躺在床上进入了梦乡。再次睁眼，又来到了熟悉的地府，正准备开始干活，就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。牛哥，你来了。老弟，哥哥今天来找你是有正事的。哦，牛哥有什么事？陆判大人要见你。陆判大人为啥要见我？咱先透个气，他找我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当然是好事，你就放心吧。那就好。陈毅被牛头带到一座大殿。你就是陈毅。陆判大人好，小子正是陈毅。方德品之事你办得不错，托梦一事已被世人所知，使得他们对因果轮回更敬畏，也从此事得到诸多警醒。这都是小子分内的工作，还得多谢陆判大人栽培。好了，你退下吧。退下，这就结束了。陈毅还在思考要不要说两句漂亮话，就被牛哥拉着朝外面走去。哎呀，这趟算是白来了，啥也没捞着，就得个荣誉奖了。奖励之事，阿棒晚些时候会与你商议，安心便是。他居然知道自己心里在想啥，完了，丢人丢到地底了。就这样，陈毅被牛头拉着回到了幽暗的办公室。老弟呀，这次你可算是入了陆判大人的眼了，前途无量啊！虽然你来了没几天，但解决的案子不少，渡的人也多，是个踏实做事的人才。牛哥，陆判大人是因为方德品的案子见的我，这事的影响有这么大吗？憨货，这是在阳间引起的轰动很大，舆论也大，更别说还有许多人知道托梦一事。日后再有人想作恶之前，是不是也要掂量掂量自己逃不逃过审判？也是啊。对了，你的奖励陆判大人已经批了，一共是10万。10万？牛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不用太激动，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件事奖励你，也是嘉奖你办事勤勉、尽心尽责。那牛哥，我这奖励……我正想问你呢，你是想随年终奖一起发，还是想现在就发？要不就现在发吧，嘿嘿。也行，那早上7点你家门口见。家门口见？见啥呀？老哥，这回不刮彩票了。还没等陈毅发问，牛哥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既然牛哥已经走了，那么陈毅也不纠结了，继续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朱玲，女，2014年12月22日卒于苏省淮阴市，滞留人间，原因不详。陈毅刚拿起卷轴，还没来得及看，几个人影就从迷雾里走了出来。来的人是3男1女。你们是谁？你就是陈毅。哟，看样子来者不善啊，好像是我先问吧。你们是谁？我们和你一样，都是在这里做事的人。几位有何贵干呢？陈毅，我们都是在这里混饭吃的，你处理案子的速度太快了，让我们这些前辈很难做呀。搞半天是组团 PUA 来了，可惜啊，哥哥根本不吃这套。你们算哪门子的前辈？自己做事莫怪我。既然拿了这份工资，我就一定会好好做事。陈毅，反正钱已经到手了，事情应付就行了，这么认真干嘛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嘛。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也有错，麻烦你们不要在这里狗叫，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。眼看是谈不下去了，那个身材强壮男人就走了过来，可陈毅早有准备，站起来把身后的椅子提起来，对着男人头上直接狠狠砸下。说不过就要动手，老子可不是好惹的。见状，矮胖男准备和另一男的一起上，陈毅一个箭步冲到矮胖男面前，老子想打你很久了，来，让我看看你的敬酒罚酒长啥样。几人见打不过陈毅，灰溜溜跑了。这件事我们绝不会就这样算了。就你们这怂样，脸都不要了是吧？见人已经走了，陈毅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朱玲，女，2014年12月22日卒于苏省淮阴市，死于不详。陈毅将手指轻轻放在朱玲的名字上，下一秒就出现在了一间小小的房子里。看样子朱玲的怨气不小啊。朱玲，你在吗？并没有人回答，房间里寂静一片。这时陈毅突然觉得脖子上有什么东西，伸手一摸，竟然是一缕头发，僵硬的把头慢慢抬起，只看见朱玲倒挂在天花板上，长长的头发垂落，正阴恻恻的看着自己。朱玲，你先下来，这样挂着可不好看，美女得注意形象。
长得还算不错。你是道士？我不是道士，我是地府过来的。那你是想带我走了？我知道你有怨气，好好谈个恋爱，却遇到了渣男。不过渣男也没能逃掉，他呀早就被枪毙了，你的仇也算报了。那年，朱琳遇到一个让她深爱却又把她害死的男人吕梁，是个有妇之夫，整体游手好闲，靠借高利贷维持生活的烂人。朱琳对此毫不知情。俩人在一起后没多久，朱琳就发现自己怀孕了。2014年12月22日，朱琳约吕梁在出租屋见面，向他说明自己已经怀孕的事。哪知道自己男朋友知道这件事，并没有表现得很惊喜，而是夺过 B 超单，揉成一团丢进了垃圾桶里，又抄起啤酒瓶将朱琳打晕过去，而后将朱琳勒死。朱琳直到死都不知道男朋友为什么会杀她。我当然知道他死了，我家里人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包括他欠了很多钱，而且有老婆。既然知道，那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因为我不想走呀，凭什么只能别人杀我，不能我杀别人呢？我在这里这么多年，就是想杀几个男人再走，可惜了，这些年住进来的都是本本分分的女孩子。朱琳，你这个想法可要不得，你本来已经无辜横死了，何必再去背上不相干的人命？这世上就没一个好男人，我就是要让他们也尝尝我死之前的滋味。哎，这个锅我们其他男人可不背哈。朱琳，你冷静一点，不是所有男人都像吕梁一样，世上还是好男人多，只是你没遇到而已。不过你放心，下辈子还有机会。这世上还有好男人，你是那个好男人吗？当然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就留下来陪我吧。无数的长长的黑发从四面八方袭来，陈毅下意识的后退了2步，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，扭头一看，竟然是个很小的小鬼，正冲着自己咧嘴呢。哇叫！差点忘记了，朱琳可是一尸2命啊！妈的，这也太吓人了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破罩子能坚持多久。大姐，别说你了，我自己也看不见还有多少蓝啊！看来今天是不可能把他劝走了。既然如此，还是一剑回城吧。下一秒，陈毅就回到了熟悉的工位，总算安全了。今天这鬼可比之前遇到的凶太多了，而且完全不讲道理啊！遇上一个渣男就否定所有男人，还要拖其他无辜的男人一起死，哪怕是万恶的封建社会也没搞过同性株连，这事自己肯定是处理不了了，得请牛哥他们帮忙才行。一看时间6点59，等陈毅再次睁开眼，已经回到自己床上了。想到牛哥约定的早上7点家门口见，赶紧套上一件衣服就快步跑了出去。走到大门口，左看右看也没有牛哥的身影，难道牛哥忘记了？正在陈毅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低头的一瞬间，发现脚边有个不大不小的黑色塑料袋，小心翼翼的解开袋子上系的活扣，入目便是满袋的粉色钞票。还能这样操作？赶紧上下左右扫视了一圈，将黑色塑料袋直接抱在怀里，火速跑回房间。好家伙，牛哥呀，牛哥，你也太牛逼了，竟然送货上门，现实版社区送温暖啊！可是刚刚出去时，大门口地上明明没有东西啊，这钱又是从哪里来的？一晚你张叔叔死了，我和你爸爸要去帮忙。啥？又死人了？妈，哪个张叔叔啊？是不是小时候村官贪污了1万块，被张叔叔发现并举报的那个张成叔叔？是啊，听说是摔死的，在自家门口摔了一跤，人就没得了。你乖乖在家，等我们回来再说。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啊！陈毅一个人在家无所事事，就躺平开始刷抖音了。一天的时间就在刷视频和打游戏之间度过了。很快时间来到了10点半，再次睁开眼，已经到了散发着幽光的工位，牛头正在等着他呢。老弟，最近我和老马会很忙，不能经常来看。陈毅连忙点头表示理解。牛哥，麻烦你帮忙查下，我张叔叔的死是不是个意外啊？不是意外，他确实是这个命。你这个张叔叔生前可不是什么好人啊！啊，牛哥，这话怎么说？你这叔叔生前诬陷他人，造谣害人，现在正在拔舌地狱受苦呢。诬陷他人？难道小时候村里那个村官是被他陷害的？对了，牛哥，我昨晚遇到个难缠的女鬼，怎么劝都不行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要不你试试渡人经。啥？我就对着他念经？对，要是还解决不了，就先放着，等着哥哥有空了再来帮你收拾。说完就朝迷雾中走去了。渡人经管用吗？不过牛哥也从来没骗过自己，先试试再说。摸了摸手上的红绳，回到了阳间，拿起手机就开始搜渡人经，照着读了不知道多少遍，总算能背下来了。立刻又躺回床上，返回地府。回到地府后，拿起文件夹，看着朱琳的名字，毫不犹豫的把手指放了上去。下一秒，陈毅就又出现在了那个出租屋中，入目还是一片浓厚的阴气。这次陈毅第一时间就抬头看向天花板，很好，不在上面。朱琳，你在吗？正当陈毅以为朱琳不在这里，准备撤退时，离他只有2米远的木床下，缓缓伸出来一只惨白的手。哟，整这死处就不能正常出现吗？幸好之前牛哥带自己去过地狱，见识了很多鬼的惨样，不然非得被这朱琳吓得蹦起来不可。
你竟然还敢来！朱玲，你真的不愿意走吗？我就是不走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呢 ？OK， 很好，反正已经先礼了，也不能怪自己后兵。随后，陈毅就开始大声的背诵渡人经了，房间里浓厚的阴气开始慢慢消散。你在干什么？给我停下！嗨，这哪能随便停啊，会违反交规的。朱玲头发刚飞出来一半，就慢慢缩短，变回了正常大小，直到渡人经最后一个字落下，朱玲身后出现了那道散发着白光的大门。好家伙，道爷出品必属精品，这经牛逼啊！朱玲转身朝着那道门走去了，跟在他身后的还有那道小小的身影。好在这经管用，给他渡走了，完美完成任务。陈毅睁开眼去厕所尿个尿，走到客厅发现老妈已经把面煮好了。一晚，等下我们还要过去帮忙，你中午要不要去那边吃饭？妈，我小时候张叔叔举报了村里面的一个村官哈。对呀，啷个突然说起这个？当时这件事有没有其他的说法？比如那个村官其实是冤枉的。当时是有一些人说，那个村官其实没他，是你张成叔叔诬陷了村官，村官赶走，然后捧了自家兄弟上位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只有当事人清楚了。妈，晚上我可能回来的晚一点啊，要和女同学吃饭。要得，你去就是。一玩和女孩子吃饭，不要让女孩子付钱哦，注意风度。收拾好后，陈毅便出门去了饭店等张眼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哈。没有久等，我也才到一会儿。陈同学，你最近在做啥子哇？我在代练游戏，就是打游戏赚钱。打游戏这个赚得到钱吗？稳不稳定哦？稳定呀，这个月我已经赚了几万了。那还真是厉害哈。哎，你手上怎么带着根红绳呀？有什么讲究吗？这个红绳是朋友送的，说是可以辟邪，反正没事我就带着了。你一个男人竟然信这个？我以为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不会去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张老师，有的东西不管你信不，它确实存在。再说了，你可以不信，但是你也不能不让别人信，这岂不是变成了法西斯？说完后，两个人开始默不作声的干饭。陈毅意识到有些事情和自己的想象完全不一样，吃的差不多了，我去下洗手间。路过一个角落，陈毅看见一个女孩子，竟然发现她桌下有个阴气十足的小鬼，就挂在她小腿上。可自己怎么白天也能看见鬼？难道是在阴间待久了的副作用？要不要告诉这个女生，她被小鬼缠上了？还是算了，万一对方不信，骂一顿是小，把自己当成神经病才搞笑了。陈毅回到自己桌，刚好张颖也表示吃好了，便和他道别，各自回家。路过一家精品店的时候，陈毅竟然又看见之前那个女生，那只小鬼还跟着他，冲着陈毅一顿龇牙咧嘴。于是陈毅还是决定帮他一把。等了大概10来分钟，女生终于出来了。美女，麻烦等一下。你是在叫我？没错，就是喊你。美女，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吃不香睡不好，精神也很不振？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高人？高人谈不上，就是看你印堂发黑，身边好像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所以提醒你一下啊。不干净的东西，那怎么办呀？高人，你要帮我呀。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，但是你可以告诉你家里，让他们帮你找人解决。对呀，我给我爸爸妈妈说，他们肯定可以找到人。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，美女再见。帅哥，你等一下，我加你一个微信，以后好联系了。好，今天多谢你了，有时间请你吃饭。好说，你早点回家去嘛。分别后，陈毅也没心情闲逛了，打了个车回家。回到家以后，陈毅躺在床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再次睁开眼，又是熟悉的地府宫位。既然得不到爱情，那就得到金钱。冲冲冲！打开文件夹，开始干活。杨化兵，2014年12月20日卒于玉生去世，滞留人间，原因不详。陈毅还以为是桩普通案子，毫无防备的拿起通灵笔点了上去，却没想到8岁小男孩杨化兵的生经历让他都忍不住颤抖。一个小男孩平安诞生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可随着小男孩的长大，父母的感情却越来越差，直到最后离婚。很快杨化兵8岁了，父亲也再婚娶了个老婆，名叫朱红霞。可这个后妈脾气非常暴躁，人前和杨化兵和睦相处，人后却非打即骂。杨化兵对这个后妈很是惧怕，每次挨打也只敢忍着。画面开始变慢。12月20日，杨化兵发现橱柜里有鸡爪，嘴馋就吃了几个。后妈朱红霞当时就脸色阴沉，从院子里拿来斧头，狠狠向杨化兵的脑袋砸去。杨化兵倒在了地板上，鲜血直流。终于，杨化兵没有声音了，一条8岁的小生命就此终结。随即，朱红霞用菜刀在家里对孩子的尸体进行了分尸，她将其4肢斩断，丢弃在了2公里以外的荒郊野地，又将死者的躯干部位腰斩，藏进了自己卧室的衣柜里。后来家里已经开始散发出臭味，还是奶奶觉得媳妇举动可疑，这才在12月22日那天，循着臭味在家里各处翻找，最终找到了自己孙子的尸体。至此，一件后妈杀害分尸继子的惊天血案这才东窗事发。最终，朱红霞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太残忍了！朱红霞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女？因为几个鸡爪就把一个孩子活活砍死？放心吧，杨化兵，死亡对他来说只是开始，地狱里会有无尽的酷刑等待着他。陈毅轻轻地把手放在杨化兵的名字上。
上，一阵天旋地转，出现在了一个荒郊野地里。不远处，一个小小的人影正蹲在一棵树下。华冰，哥哥，你认识我吗？是的，我认识你。你一个人待在这里不冷吗？哥哥带你走好不好？哥哥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呀？带你去个温暖，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地方。我不去，后妈会打我的。华冰别怕，那里没有后妈。哥哥，你不知道，我后妈可凶了，我跑不掉，她会砍我的，斧头一下一下的砍过来，太疼了，哥哥我太疼了。华冰别怕，坏后妈已经被警察叔叔抓去枪毙了，他再也不能打你了。真的吗？他真的被抓走了，不会再打我了？是的，谁也不能打你了。你愿意跟哥哥走吗？哥哥，我跟你走。散发着白光的门出现在华冰身后，陈毅指着门的方向。华冰，你走进这道门，里面很温暖，有很好的哥哥姐姐在等你。哥哥，我相信你，我听你的。看着杨华冰小小身影完全消失，华冰下辈子一定要做个幸福快乐的小孩啊！送走杨华冰后，陈毅摸摸了手上的红绳，回到了房间。陈毅帅哥，我把被鬼缠上的事跟我爸妈说了，可是他们不信，怎么办呢？你救救我吧，家里人我是指望不上了，我只认识你一个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这女孩也太可爱了，行吧，帮帮她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我们约个地方见面说。好的，高人大哥，我们在公园门口见吧。好的。陈毅刚到，就远远的看见傅瑶瑶在东张西望，看着很着急的样子。高人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还是叫我名字好了，我真不是什么高人啊，叫名字好像不太礼貌的样子，不如我喊你一哥吧，怎么样？你也可以叫我瑶瑶，我家里人都这样叫我的。好的，瑶瑶。我跟爸妈他们说我最近不舒服，没精神，可能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，他们居然说我是玩手机玩多了才这样的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你先消消气，其实他们不信也是正常。那你记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顺利和不舒服的？好像是从我相亲之后开始的。他名字叫原野，在林业局上班的，但他看起来就是很花心的那种渣男，我一看就不喜欢。看起来就很花心，瑶瑶是和他相亲之后才被缠上的，莫非问题就出在这个原野身上？瑶瑶，你方不方便把这个原野约出来？我需要见见他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喂，原野，现在有时间来公园一趟吗？好，马上到。那等他到了，我就装作路人，在旁边树林下休息，暗中观察。好的，一哥，你真是太机智了。之后原野来了，陈毅就坐在旁边蹲着装作玩手机的样子。就在这时，一直跟在傅瑶瑶身边的小鬼好像很想靠近男人身边，但刚一上前就被一圈无形的屏障挡了回来。原来如此，小鬼是想跟着这个男人，但男人身上可能带着什么辟邪的东西，让小鬼无法近身，小鬼只能退而求其次，缠上了男人的相亲对象，也就是瑶瑶。这原野绝对是个渣男，这小鬼说不定就是他的小孩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活下来。怎么样，一哥，有没有看出什么来？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你身边不干净的东西就是他带来的。好啊，这狗东西竟然敢害我！那个东西原本是想跟着他，但他身上有辟邪的东西，所以那东西转头缠上你啊！这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冤不冤呐？冤！我知道你冤，你比窦娥还冤。我现在准备把你身边不干净的东西送瑶瑶，你信不信得过我？我信你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发出声音，闭上眼睛，静静的坐着就好。我需要念一段经，把他送走。渡人经背完之后，不远处出现了那道发光的门，小鬼没有再看两人一眼，直接朝着那道门蹦蹦跳跳的过去了。可以了，一哥，我感觉到那东西不见了，我现在感觉好轻松啊，浑身都是劲。他确实走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那个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们各自回家吧。好，我回去后倒要好好问问我那好婶婶，怎么敢把这样的渣男介绍给我，居然还把我们见面吃饭的钱都给，之后要回去，这也太没风度了，怎么能这样？那我就先走了。两人道别之后，陈毅刚到家，傅瑶瑶又打来了电话。一哥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又是傅瑶瑶，不是刚分别吗？这又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一哥，不好意思，又打扰你了，我小姨出了点事，可不可以来帮忙？瑶瑶，什么事情？你先说说，能帮上忙我肯定帮。是这样的，我小姨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发烧，嘴里还一直说胡话。瑶瑶啊，生病了就该去医院，这你找我也没用啊。去了医院还打了针，但高烧还是不退，我觉得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。哪来这么多不干净的东西？让人遇上，死了就会被收魂，遗漏的也会被查漏补缺。瑶瑶，我可以过来看看，但不保证100%能帮上忙哈。一哥，我相信你，你来了我小姨肯定能好。陈毅抹了抹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水，被无条件信任确实很难得，但关键这事自己心里也没底啊。挂了电话，陈毅就打了个车出了门，直奔傅瑶瑶的家而来。你好，你就是瑶瑶的朋友陈毅吧？快请坐。阿姨好，您真是太客气了，我们还是先去看看瑶瑶小姨怎么回事吧。好的，小陈，你跟我来。瑶瑶和她妈妈在前面带路，来到了一个房间。
一进去就把陈毅吓了一小跳。一个披着头发、满身是血的女鬼正趴在床上。shit， 是大白天的，画面属实有点刺激。你看到了是不是？我没骗你吧？小陈，听瑶瑶说你懂一些那方面的事，麻烦你看一下我妹妹到底怎么了。小姨确实是被缠上了，是个女鬼，现在正趴在她身上。那小陈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要不我试试看？那就麻烦你了。阿姨，先提前说好啊，这事我不一定就能解决，只能说试试看。我明白，如果不成也不关你的事，我们再想办法就是。商量好之后，陈毅就让他们俩出去了，随后坐在床边的凳子看着还趴在床上的女鬼。那个小姐姐，你能不能先从她身上下来？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，是她把你害成这样的，如果是的话，这事我也就不管了。摇了摇头之后，竟然真的从床上飘了下来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缠着她？我被车撞死了，很多人对着我指指点点，只有他可怜我，替我惋惜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，就想跟在他身边。啊，好家伙，人家可怜你，你倒好，直接缠着他害他生病。小姐姐，他替你惋惜，说明他是个善良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人鬼殊途，你这样跟着他只会让他生病难受。你是想害他吗？我没有想害他，我只是觉得待在他身边会温暖些。既然你不想害他，那就去你该去的地方好不好？我该去哪啊？当然是地府了，你去了地府才能再投胎做人呀。好，我去，可是我该怎么去呢？随着他话音落下，散发着白光的门在他身后出现。你进去这道门就到了。女鬼看看床上的人，又看看大门，还是朝着大门飘去了。眼看马上就要进去，女鬼突然又停了下来，不再向前。靠，不是后悔了吧？可不行这样的哈。谢谢你，还有他，等他醒了替我说一声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想害他生病。好的好的，你放心去。听到答复，女鬼这才踏进大门，而后消失不见。女鬼走了之后，床上的女人面色开始恢复正常，事情完美解决。阿姨，瑶瑶，可以了，你们进来吧。真的退烧了，毅哥真是太厉害了。小陈，那个东西走了吗？已经走了，阿姨你不用害怕，他以后都不会再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小陈，你和瑶瑶去客厅坐嘛，吃点水果和零食，我在这里等他醒。陈毅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瑶瑶拉着走了出去。一出房间，瑶瑶就竖起了大拇指。毅哥，你还说你不是高人，一出手就把我小姨救了，真是太酷了。误打误撞，误打误撞。之后小姨醒了，陈毅和瑶瑶进入了房间，告知小姨那个女鬼不是故意害她的。随后陈毅找了个理由开溜了。回到家已经到下午了，补个觉先。眼睛刚闭上一会儿，自己竟然已经站在叉叉司门口了。这大白天的咋到地府了？太莫名其妙了，之前从未发生过呀。不是自己来的，那就是被他们拉来的。拉自己过来干啥？加班吗？那得给加班费才行。正当陈毅站在叉叉司门口胡思乱想时，一个鬼差从里面走了出来。陈毅愣着干什么？陆判大人传你进去啊！陆判大人找我做什么？难道是贿赂牛头马面金元宝的事被发现了？陈毅，可知本判唤你前来所为何事？小人不知道。方才日巡游过来禀报，你在阳间度化了一个跟在人身边的鬼魂。回陆判大人，是有这么回事。哦，那你且说说，日间并非你的工作时间，为何要做这些费力不讨的事？回大人，白天虽然不是我的工作时间，但既然看见这种影响世人正常生活的阴，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有句话说得好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陈毅，你真的很不错，本判没看走眼。我再问你，你是如何将滞留人间的阴魂渡走的？我是用渡人经将他们渡化的。只是渡人经，没有使用别的法器。法器？什么法器？你们也没给过呀。那你渡人经念了多少遍将他们渡走的？1遍。你是说你就念了1遍渡人经，就将他们送到地府了？真是奇哉怪也！你一个肉体凡胎，不借助法器，只是念诵1遍渡人经就能打开生门？陆判大人，什么是生门？是那道会发光的门吗？生亦是死，而死亦是新生。陈毅，本判赐你1枚玉佩，日后你若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，可来查查司寻我。你退下吧。玉佩，这是个好东西啊！陈毅再抬头看向上面，陆判大人已经消失了。咦，咋没鬼差拿玉佩来呢？陈毅，你东看西看的看什么呢？陆判大人让你退下，还不快走！催，这就走，真是讨厌！刚走出查查司的大门，背后突然被人重重一推，一阵失重感袭来。哪个杀千刀的推了字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？吓老子一跳！还有陆判大人赐的玉佩还没拿到呢。陈毅正在抱怨之时，发现脖子上好像多了个东西。嚯，玉佩！还说晚上再去找陆判要呢，结果人家直接给带上。下午的时间，陈毅一直待在房间里打游戏。晚上，陈毅来到地府，像往常一样走到桌案前，准备开始工作。可原本桌上放着文件夹和通灵笔的位置竟然空了。哇靠！吃饭的家伙不见了！快速的在桌面翻找一通，依旧是没有。很快，陈毅想起上次3男1女
女被赶走释放的话。好啊，真是天堂有路不走，地狱无门非要。这一次老子可不会再轻轻放过。于是陈毅试探着摸了3下玉佩，下一秒就出现在了查查司。嗨，大人，我陈毅又来了。说吧，遇到什么难事了？倒也不算什么难事，是我的文件夹和通灵笔被偷了。哦，竟然敢在本判眼皮下面偷东西，有点意思。传夜巡游过来，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陈毅赶紧老老实实的把3男1女曾想拉自己入伙，被自己拒绝并打了一顿的事情说清楚。本判还真没看出来，你这小胳膊小腿挺能打呀。之前跟着网上学了几招防身，正好就用上了。还没来得及和陆判多聊上几句，一个纱帽宽袍的慈祥老者就出现了。启禀陆判大人，下官已查清，行窃者是3个阳间之人。随着宽袍老者大袖一挥，只见3个男人和一个鬼差来到了陈毅的办公桌前。为首的矮胖男在桌上翻找了一阵，最后拿着自己的文件夹通灵笔与剩下的人扬长而去。随着画面消散，宽袍老者一个手势，4个人被鬼差押了上来。知道我为什么羁押你们吗？判官大人，小的知错了，求求您饶了我们吧。行窃3人，打回阳间，抹除地府所有记忆，收回金穗所得俸禄，其罪死后再论。带路鬼差知法犯法，打入第9层油锅地狱。陆判大人的话音刚落，4人就被鬼差押着消失不见了。夜巡游，你且去忙吧。陈毅，你也去吧。啊，这就走，不再多聊2句，不鼓励后辈了。陈毅还没回过神，后背突然传来一股重力，一个踉跄回到了办公室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讲武德的死鬼搞偷袭。看来上头有人好办事是真的。陆判大人这条大要报警，开始干活。陈毅拿起卷轴，李莲花，明卒于2017年12月27日滞留人间，原因不详。让我看看怎么个不详。一个女孩顺利出生，平安长大，父母十分疼爱，自由恋爱，认识了后来的老公，夫妻和谐，生活美满。之后，李莲花慢慢老去，但日子依旧顺风顺水。2017年12月27日，李莲花和家人一起庆祝了自己85岁的生日，然后在睡梦中溘然长逝，直到画面消散。这样顺遂的一生，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幸福圆满、寿终正寝啊！他有什么理由不走呢？没有丝毫犹豫，陈毅直接把手指放在他名字上，下一秒就出现在一个农村小院。李莲花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是来带你走的人，你不应该滞留在这里。年轻人，不是我不想走，实在是家里有事情没交代清楚啊。那你给儿孙托个梦说清楚不就好了？我们家信奉道教，所以儿孙家里都供奉了神位，我实在是进不去啊。李莲花，我或许有办法能让你托梦，你愿意试试吗？好呀好呀。陈毅拿出通灵笔，轻轻碰触到李莲花的额头，瞬间2人就出现在了小屋内。妈，我好想你。新妹子，等你醒了，把这里挖开，里面埋了个坛子，装着2根金条和一些首饰。妈，你在讲什么胡话？什么醒不醒的？坛子里的东西是我母亲传给我的，现在我传给你，我也好放心走了。金条和首饰，果然又是一个隐藏的富婆，难怪她不愿意。2人又聊了一会儿，李莲花才站起来朝大门走去，画面开始消散，陈毅和李莲花又回到了院外。谢谢你了，年轻人，走吧，去我该去的地方。随着他话音落下，那道门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李莲花回头看去，然后朝着大门从容地走了进去。目送他离开后，陈毅也回到了地府。来到地府以后，唯一一个无关谋财害命的案，真好啊！陈毅感叹完后，回到了房间。喂，是陈毅吗？我是张颖。老同学，你朋友送你的红绳有用吗？我最近倒霉得很，人也提不起精神，还丢3落4，去医院检查了，什么毛病也没有。所以你是想带红绳避邪？我想试试。要不现在见个面，看看你什么情况，再找我朋友想想办法。好的。于是陈毅赶到学校门口，此时张颖已经等在那了，而且陈毅清晰地看见一个老太太的魂魄正跟在他身边。老太太似乎察觉到了陈毅能看见他，还冲自己笑了一下。笑得很好，下次别笑了。上次是我讲话过分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没事，老同学，说说你最近的情况吧。我最近总是睡不好，也提不起精神，还丢3落4的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身边跟着个鬼，能睡得好才怪。你最近有去过什么地方吗？也没去哪儿啊，就前几天和朋友去爬山了，但是他们现在都一切正常啊。年轻人，小姑娘爬山的时候说了，她才不信这世上有鬼，否则怎么没让她遇见我呀？就勉为其难的跟她几天，也算给她点教训。你爬山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？我那天确实说了些话，但我就是随口说说的，没别的意思。可能你说的话得罪了一些存在，要不赔个礼道个歉试试？怎么是啊？年轻人，算你懂事。算了，他给我老婆子上2炷香也就算了。陈毅没有直接告诉张颖该怎么做，而是带着他去了买了香和纸钱。
然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烧掉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燃烧殆尽的纸钱，下一秒就出现在老太太手里。老太太也是个爽快人，拿到东西就麻溜的走了。陈毅，我突然觉得好很多了。那就好，以后千万记得不要乱说话了。明天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。不吃了，不用这么客气，都是老同学了，而且我明天也有事。说完，张颖便转身独自回了家。陈毅也拦了辆出租车，准备回去。刚上车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瑶瑶，怎么了？毅哥，你在哪呀？我在中心路呢，正准备回去。晚上来我家吃饭哦，我爸爸也在。啊，他爸爸也在，这是要见家长吗？不至于吧？你上次答应过我的，不可以不来哦。啥？已经答应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好的。挂断电话，就让司机直接掉头往樊瑶瑶家赶去，顺便在路上买了一些礼品。哎呀，巧了，我刚准备去接你，你就来了。陈毅是吧？请坐，我们家请你吃饭，你怎么还拿东西来了？太客气了，哪有空手过来做客的道理？一点水果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。听瑶瑶说，你帮了她一个大忙，算不上大忙，碰巧而已。昨天又救了瑶瑶小姨，年轻人，你有点本事在身上。别聊了，先吃饭吧。小陈啊，阿姨做的饭菜还合胃口吗？阿姨，您这手艺比星级饭店做的好吃。小陈啊，你有考虑过换一份工作吗？叔叔，目前还没有。年轻人要多尝试一些其他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单位信息科还差一个科员，你有兴趣吗？我爸爸在县政府工作。叔叔，我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，学历也只是个普通本科，符合条件吗？规矩都是次要的，人品才是关键的。谢谢叔叔，我愿意去试试。我也就是给你指条路，一切都得按流程来。你先去政府网站上报名，到时候会有人通知你笔试和面试的。谢谢叔叔。吃完饭后，瑶瑶爸爸便去书房看书了。小陈啊，叔叔阿姨呢都很喜欢你，不过你叔叔就是这样，话不多，你别担心，到时候放心大胆的去考试就行了。陈毅又是一顿彩虹皮，把阿姨捧得乐乐呵呵的，然后他就去洗碗了，留下陈毅和瑶瑶坐在客厅。毅哥，惊不惊喜？好你个瑶瑶，瞒得真好，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。我可没瞒你，是你没问我呀，嘿嘿。毅哥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。同事？是啊，我在督办科，你在信息科，可不就是同事？又聊了一些有的没的。陈毅看了下时间，已经8点了，这才告辞回家。陈毅回到就躺在床上，人生啊，就是这么处处充满惊喜。要是那天自己没有多管事，就不会认识瑶瑶，不认识瑶瑶，或许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上岸。虽然在地府兼职赚了一大笔，但这兼职能持续多久？得知道，在政府上班，只要不犯什么大，一辈子的饭碗稳了。陈毅在胡思乱想中睡着了，再次睁开眼，牛头马面正在等着他呢。牛哥、马哥，好久不见，你们终于来看我了。老弟，听说你最近表现很不错啊，没给哥哥丢脸。嘿嘿，弟弟哪敢呢？你小子真是怪，才来这儿多久，魂魄竟然到达普通鬼差的程度，难怪能白日见鬼。难道你小子还真是天赋异禀，生来就适合在地府办事的？你这生辰八字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两位老哥，你们在忙什么啊？方不方便给弟弟透露点？老弟告诉你可以，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阳间要出大事了，最近很多人感染瘟疫，所以我们很忙。什么？马哥，我咋没听说啊？不应该啊，这种事肯定有新闻的。这才刚开始，许多人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感冒发烧，等到后面会有很多人死去。没有解决办法吗？老弟呀，这不是我们能插手的事，你只需要管好你自己，回去之后多囤些药和吃食。陈毅还想再问些关于瘟疫方面的细节，但牛哥递过来一个眼神，显然是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。牛头马面走之前再次叮嘱不能泄露瘟疫之事后，就消失不见了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新工作。打开文件夹，李淑荣，女，2012年5月18日卒于蜀省京市。然后拿起通灵笔，还是那个熟悉的流程。李淑荣高中毕业后找了个推销清洁剂的工作。5月18日这天，他来到了一个小区，上门推销产品。李淑荣敲开了一户门，开门的是个60岁左右的老头。几番讨价还价，老头最终花了298元买下了清洁剂。收到钱之后，李淑荣就急着要走。老头察觉不对，连忙使用了下清洁剂，发现根本没用，感觉上当受骗的他便提出要退货退款。李淑荣肯定不愿意了，说着就要走，一个想走，一个要拦。在阻拦的过程中，身强体壮的李淑荣一下子将老头撞倒在厨房的墙边。又痛又气的老头随手将电线绕在了李淑荣的脖子上，并用尽全力使劲拉扯。很快，李淑荣就停止了挣扎，没有了呼吸，终止了。随后，老头将尸体搬进卫生间，用菜刀把李淑荣的肢解，并挖出里面的内脏，冲进下水道，还用大肠、小肠制作了一道爆炒肥肠。而其他无法处理的肉块，老头则是藏了一部分到了洗衣机里，另外一部分扔到山上。时间来到5月20日，洗衣机里的尸块已经腐烂，发出阵阵难闻的恶臭。刚出门几天回来的女主人在洗衣机里发现了腐肉。杨元华，你在搞什么东西？那是偷来的猪肉，冰箱
汤里放不下，才放洗衣机的。杨元华淡定地将肉块从洗衣机中掏出，装了满满3个大塑料袋。女人打电话叫来自己的儿子和准儿媳，趁着夜色，3人拖着几大袋腐肉扔进了一条公路旁的支渠里。这天楼下邻居发现自家厨房的吊顶上渗出一些暗红色的血水，便忐忑不安地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随后警察在下水道管中发现了10几块细小的碎肉，最终杨元华被抓，实行枪毙。画面逐渐消散，陈毅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李淑荣的怨气之深恐怕很难对付，这事放到任何人身上恐怕都得变成厉鬼。道爷保佑！不想这么多了，还是先把这个案子给处理了吧。给自己做了一番心理建设之后，陈毅才慢慢的把手放到李淑荣的名字上。下一秒，陈毅就出现在了一间卧室里。咋不是荒郊野外或者洗衣机里呢？但紧接着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刚松的那口气又提了起来。卧室的床上躺着2个人，这一男一女，脸色灰白，而李淑荣就躺在其中一人的身上。估计要是陈毅再来玩几天，这2人就直接开启新一轮投胎模式。李淑荣，你下来，我跟你聊聊。你是谁？跑这来多管闲事了？我是地府的人，你先下来。躺人身上，你这不是害人吗？李淑荣慢悠悠的从床上下来。我就害人怎么了？那老头被枪毙了，我只能找上他儿子，父债子偿呀。那个李大美女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啊。有句话叫人死债消，凶手杨元华已经死了，这也不关他儿子的事，对不对？不如我带你去投胎，重新开始美好人生。人死债消，真的能抵消吗？小哥，你说说这债该怎么消呢？李美女，杨元华现在在18层地狱受着各种酷刑，他欠你正在还呢。但床上的2个人并没有害，他们是无辜的，对不对？无辜，我的尸体就是被他们扔在荒郊野外的。看在你叫我美女的份上，我不难为你，你走吧，别再出现了。其实你心里也明白，他们并不知情，你在这里待了那么久，他们2个也不好过，你也算出了口恶气了。不如去地府，可以亲自去看看凶手现在经历着什么，不是更好吗？真的，但我还是不想就这么放过他们，他们得向我磕头赔罪，给我烧衣服元宝首饰才行。是，他们虽然不知情，但也确实抛弃了你的尸体，赔礼道歉是应该。陈毅刚拿出通灵笔，只见李淑荣挥了下手，下一秒2人就一起出现在了杨元华儿子的梦境里。有鬼啊！你们跑什么？不关我们的事啊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人确实不是你们杀的，但尸体是你们抛的。李淑荣死的那样惨，所以一直怨气难消。但现在只要你们向他磕头赔罪，之后再烧些元宝首饰，他就放过你。是我们家对不起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吧。我们一定给您烧很多的东西，绝不会食言。行了，你们起来吧，记住你们答应过我的事，要是敢骗我，你们就等死吧。陈毅和李淑荣退出梦境，又回到了那个卧室。小哥走吧，我倒要看看那老头是不是像你说的正在受尽折磨呢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散发着白光的生门出现了。李淑荣，进入那道门就到地府了。你不和我一起去？你自己去吧，我还有点事。希望你不是骗我，要不然我做鬼也不放过你。说完，李淑荣便朝着门走了进去。等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后，当然不和你一起走，你那是去投胎，我哪敢哟。天亮了，陈毅已经回到了房间。毅哥，早上好。瑶瑶，早啊！明天就要笔试了，你有没有看书呀？看书啊，我都忘了这件事了。我就知道你没看，所以打电话提醒你一下。谢谢了，瑶瑶，我这就马上开始复习。挂了电话，陈毅就一直待在房间里看书。明天笔试，可千万不能让瑶瑶失望啊！看着看着，陈毅就开始犯困了，再次睁眼，已经坐到桌案前了。打开卷轴，看看今天轮到谁了。方安广之，女，2012年4月30日卒于永世桥城，执念深重。拿起通灵笔，轻轻点在他的名字上。方广之一个人独自拉扯着2个儿子，2个儿子成人后一起去了永世桥城打工。好在他们很勤快，又能吃苦，很快生计有了着落，2个儿子就把他接到了桥城一起生活。4月30日，一向勤劳的方广之早早起床，出了家门去买菜。为了节省时间，他没有选择走很长一段路去过红绿灯，而是从马路中间穿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疾驰的汽车冲了过来，将他撞飞。方广之躺在地上，很快车上的下来一个年轻小伙，抱起他就放在了后座上。过了10几分钟，方广之感觉到自己被人抱下车，正当他以为自己到了医院，而撞他的小伙子正在神色慌张的刨土，后又将他丢进了坑里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方广之被痛得清醒过来，他拼命挣扎，将双手伸出泥土想爬出来，但很快68岁的方广之呼吸停止了，直到他死亡，双手还保持着伸出泥土的姿势。而那辆撞倒的他汽车就停在不远处，只是车里的人早就不见了。开车的人名叫陶晶晶，当天他和女朋友在酒吧玩了个通宵，凌晨才开车回家，并且他还是酒驾。
下，做贼心虚的陶晶晶便带着女朋友直接骑车跑路，以为出逃千里之外就可以逃脱罪行的一对情侣，最终还是在贵市落网了。画面消散，这特么是畜生啊！竟然把方老太活埋了！明明只是场交通事，把老人家送去医院就好了，顶多赔点医药费。可这年轻人竟然如此丧心病狂，这是在杀人啊！本来该颐养天年、好好享福的年纪，被活活埋在土里等死。难怪他名字后面备注着执念深重，换谁都不中。看了眼时间还早，陈毅直接将手指放在方广之的名字上，下一秒，陈毅就站在了一片荒滩之上，方广之就静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。老太太，你在这儿坐着干什么呢？我在等人，在等那个撞我的小伙子。老太太，你等他干嘛啊？他早就死了。死了？他已经死了？那我该怎么办啊？这么多年都白等了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周围的阴气瞬间变得浓烈，把他包围在里面，都看不清他的身影了。年轻人，你知道18层地狱怎么去吗？我就是想问问他，为什么要把我埋在这里？不是说好的带我去医院吗？我等了这么久，就是想听他亲口告诉我，不然我死不瞑目。老太太，你放心，去了之后会有鬼差给你带路，安心去就是。你带我去吧，我信你。要不我哪都不去，我就一直待在这里。老婆子我呀，命苦啊，被人丢在这里等死，现在连想见凶手一面都见不到。呜，好，我陪你去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们这就走吧。一瞬间，生门就出现在他身后。陈毅走到方广之身边，和他一起跨入了生门。走进生门之后，陈毅发现他们来到了一个散发着微黄光亮的房间。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，坐着2个鬼差，其中一个肥头大耳的在打瞌睡。咦，奇怪了，怎么一下来2个？姓甚名谁？死于何年何日？他叫方广之，死于2012年4月30日。你呢？鬼差大哥，我是帮地府做事的，特意渡他过来。哦，活人呐！行了，这儿没你事了，你回去吧。不好意思，差大哥，我答应过他，带他去见一个人，你看看方便吗？大胆，竟敢在我渡口闹事！我他妈，这是在商量，怎么就闹事了？我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活人说话了？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？年轻人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来了渡口还想回去？少畏速来，将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给我拿下！周围就涌出6、7个拿着棍棒的鬼差，把2人团团围住。好，一言不合就摇人事。且慢，我们都是为地府做事，你好歹也要问清前因后果，再做处置吧。我们？谁跟你我们？我可是正经在地府当差，记录在册的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或许你在阳间是个人物，可到了这儿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得给我握着。小小的差役，这气势比牛哥马哥都牛逼，不知道还以为他才是判官呢，难怪别人都说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徐主薄不是吧？你这样目中无人、蛮横霸道，就不怕陆判大人处置你吗？哟，你还知道陆判大人呐？像你这种小喽啰，这辈子怕都没机会见到他老人家，还妄想扯着虎皮做大旗。如果我能直接面见他老人家，再告你一状呢，你要是能过了我这关，尽管去告就是。 OK， 有你这句话就放心了，别怕，我这就带你去见判官主持公道。陈毅摸了3下脖子上的玉佩，消失在原地了。下一秒，陈毅已然站在查查司内堂。说吧，又遇到什么事了？别怕，陆判大人最是公平公正。你小子少给我戴高帽，是不是在外面闯祸了？瞧您说的，我哪敢呀？不过小子确实是遇到点事了。方广之无辜惨死，想见一见凶手也在情理之中。去吧，没这么容易啊，大人，我们刚到渡口就被围起来了，差点还挨顿毒打，幸亏有您给的玉佩，这才逃出来了。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私自动刑？徐主薄啊，徐主簿，瞧好吧，您嘞，是一位姓徐的主薄。我们刚到的时候，他正在睡觉，可能是我们打扰到他睡觉，所以才这么恼怒。来人，带渡口徐方斌过来。对了，徐主簿还说了，让我尽管来告，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很快，2位差大哥就押着姓徐的过来了。徐方斌，你今日可曾私自对唐州2人用刑？大人，小人冤枉啊！是这2人猖狂桀骜，目无法纪，小人这才让差役将他们拿下呀。谁知这2人不仅逃了，还跑到大人面前颠倒黑白，真是罪该万死！我操，这狗贼竟然倒打一耙！陆判大人拿起桌上的毛笔，对着徐主簿轻轻一点。是吗？本判倒要看看你2人谁在撒谎。下一秒，渡口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变成巨大的画面，在所有人面前展现。嚯，这笔好用啊，比自己那笔高端多了。来人，剥夺徐方斌主薄之位，打入拔舌地狱、刀具地狱，刑期3年，刑满之后方可重入轮回。大人，求求您饶了我吧，小的再也不敢了呀！现在知道错，早干什么去了？
徐胖子被带走后，这里又恢复了安静。人已经处置了，这结果你可满意？大人的决定自然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。小子举双手双脚赞同。行了，快带他去18层地狱吧，天快亮了。好的，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多谢大人的大恩大德。去吧。随后，陈毅他们跟着鬼差大哥的脚步，两人穿过一阵迷雾，就到了18层地狱的第6层铜柱地狱。这里立着无数烧红的铜柱，每个铜柱上都有一个鬼魂，呈拥抱的姿势抱着铜柱。这里不仅充满刺耳的惨叫哀嚎，还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烤肉味。是你？是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一开始就想害我吗？还是后面改了主意？这些年我一直没去投胎，就是想找你当面问清楚。我一开始是想送你去医院的，后来我摸了你鼻息，以为你死了，才把你拉去埋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们走吧。就这样吗？你不再问问别的？就这样吧，我已经知道我想要的答案了。阿婆，对不起。之后，鬼差大哥带走了方广之，陈毅也瞬间回了卧室。公务员考试时间是上午8点30分至10点，这可不能迟到啊。到达指定的考试地点后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，坐好，准备考试。遥遥诚不欺我，上面所有的题无比眼熟，都是那本书上背了折了页。考试完，陈毅来到了一家药店，最后走出药店的时候，肩上扛了个大袋子，各种常用的药品塞得满满当当，打了车就往家走去。回到家后，刚把药品放入柜子，一回头，卧槽，这是什么时候招惹上的？直接到老巢找自己来了。你不必害怕，我乃张四，奉陆判大人之命运才而来。嗨，自己人，早说啊，吓我一跳。原来男人是被牛头马面带到地府工作的，年薪30万，但因为他工作太卖力，于是陆判大人又安排五鬼之一的张四给他送来奖金。你好，你好，运财，运什么财啊？陆判大人赞你工作认真负责，还为地府拔出一个尸位素餐的奸佞小人，可让我送来10万以示嘉奖。啥？又来10万？老天爷啊！哦不，陆判大人呐，我可真是太爱您了，我要一辈子做您的狗腿子。其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真是多谢陆判大人。哇靠，他们就是这么运财的吗？才一运到，我这就回去复命了。那多谢张四大哥了，还麻烦你专门跑了一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你我乃是同僚，无需如此客气，再会。说完就直接原地消失了。看看，人家直接称呼自己同僚，这气魄，这格局，陆判大人可真是个完美的领导。自己刚决定买车前就送来，真是来了瞌睡就递枕头。陈毅躺在床上，美滋滋的开始看车。吃晚饭的时候，妈，你觉得我买辆车怎么样？买车好啊，有车是要方便些，想去哪就去哪。有没有想好买啥子车吗？差好多钱，你说就是。还没定下来，到时候再说嘛。应该不差钱，你们的钱自己留倒用就是。净说些傻话，我们的以后不都是你的呀？下午没事，陈毅又回到房间。毅哥，你是笔试第1名哦。虽然知道自己肯定能过，但没想到居然拿了第1，爽啊！明天上午9点来单位面试哈，具体信息我待会儿发给你。好的，瑶瑶。挂断电话，陈毅看了几篇面试流程，这才放松下来，再次睁开眼，又来到了地府，该干活了。顺着上面的名字看下来，李明，男，2015年4月1日卒于魔都徐区。通灵笔尖触碰到李明的名字上，长大后的李明考上进了魔都某医院工作。2011年，李明认识了同院的王林，两人在工作中有许多交集，一来二去互相产生好感，就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在一起幸福的同居几年后，两人决定结婚。可定下婚期之后，两人却常常因为琐事争吵，互不相让。原本女方母亲曾提出给李明购买一辆20万的汽车作为女方的陪嫁，但李明已经看上了一辆39万元的奔驰 SUV。不出意外，女方家里人肯定不同意。之后两家商量，便取消了婚礼。婚礼取消的两人并没有分手，李明还是时常去王林的住处。不分手的同时，李明也开始和其他女孩子搞了暧昧，玩得不亦乐乎。2015年3月31日，李明照常留宿王林的住。但这天被女友看到了手机上的暧昧信息，两人再次大吵一架。4月1日，两人早上一起吃了饺子，李明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王林便将一支针筒就扎进了李明的身体，失去理智杀掉李明之后，他也想喝药自杀，结果买到了假药自杀未遂。最后王林被判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。陈毅将手指轻轻放在李明的名字上，下一秒就出现在了他们生前居住的出租屋内。李明，你在这儿鬼哭狼嚎的干什么呢？关你屁事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哦，所以你想取消婚期就取消，想搞暧昧就搞暧昧，只要我没结婚，我就是自由的，我想和谁好就和谁好。王林那个臭婊子凭什么害我？难怪我妈看不上他，我呸！真是不知悔改。你确实自由，但你和王林分手了吗？没分手，你瞎搞什么？他和你住在一起那么处处贴心照顾，你就算不想负责了，最起码该和他说清楚，好聚好散这4个字不知道吗？是他自己蠢，取消了婚约还要被我睡，关我屁事。听到这里，陈毅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直接夺人精的干活。生门出现后，他也安安静静的走了进
进去。OK， 收工。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陈毅也回到了阳间，躺在床上。世上的男男女女，一旦发觉对方不是合适的，都应该及时抽身，体体面面的分手，互不向前，再去寻找下一个有缘人，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？吃完早饭，陈毅紧赶慢赶的到了县政府办公楼，找到指定楼层办公室，就走了进去。进去之后，3位老师好，我是1号考生，你的资料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开始吧。好的，老师。之后，陈毅回答上了他们问的所有问题。可以了，你先回去吧，等待通知。3位老师辛苦，再见。直到走出政府大楼，陈毅才彻底放松下来。毅哥，听我爸爸说，你今天面试表现得很好哦。去之前做了功课，嘿嘿。最新消息，完美通过，等着电话通知吧。好嘞，什么时候有空呀？请你吃饭。今天下班要去姨妈家吃饭，明天晚上吧。就这么说定了。现在工作已经落实了，该去把买车的事也落实了。陈毅直接打了个车，走进了一家车行。哇，新车就是好看，买不起就别摸，别把车给我们弄脏了。这位大姐，你从哪看出我买不起的？敢问你的月薪是多少？知道人晓得你只是个销售，要是不知道，还以为这店是你开的呢。这位帅哥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接下来由我来给你介绍车型，可以吗？行吧。帅哥，这款是我们的最新款，相比旧款做出了很多升级，你可以坐进去感受一下哦。大姐，我就要这款了，全款。好好好，帅哥，我马上为您安排。所有手续全部弄好，陈毅就直接把他开了回去。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你好，是陈毅吗？是的，请问是哪位？我是人事处的，通知你面试通过了，接下来进入到体检环节，你需要去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哦，到时候要进行公示的。好的好的，提车上岸，双喜临门啊！一路猛踩油门，开了40分钟，终于到家。哎，这是哪个的车？啷个停到我家门口来了？肯定是我们家的车撒。你去把车买了呀？好多钱买的哦，啷个不先说一声，我也好去帮你砍价呀？也不晓得有没有买贵。妈，车子是31万全款买的。乖乖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哦？我还要给你说的第二件事，我换工作了，要去县政府上班。我一玩进政府上班了呀，今晚我把家里会下蛋的公鸡炖给你补补身体。说完，他便转身去抓鸡。吃完晚饭后，陈毅才回到房间躺下，再次睁开眼，已经在地府了。老弟来了呀！2位老哥，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了？别提了，刚开完会，挨了顿臭骂。啊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他俩这身份也会挨骂？阳间出了个转世村，判官命我们去查看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村子里7800人中，竟有110人带着前世记忆。怎么会出这种事？已经查明白，孟婆有天忙不过来，让老马帮忙盛汤，结果老马分量没掌控好，那一波投胎的就有部分人记忆没清除干净。马哥做错了事，怎么牛哥也跟着挨骂？陆判大人生了大气，所有阴帅都挨了骂，日夜巡游也没逃过。这官日游神夜游神什么事啊？真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地下来。陆判大人说了，日夜巡游没有及时发现，以致此事在阳间人尽皆知，也有错。牛哥马哥，陆判大人是不是想多了？没有这么严重吧？牛哥没有说话，轻轻一挥，一个画面就出现了。画面中，一个女子正在讲述自己的来历。石爽说，她前世叫姚家安，她是意外离世的。她还有一个儿子叫吴春，他儿子比这一世的石爽大2岁。随着石爽开始上学后，他偶然遇到了自己曾经的儿子，还和他相认。吴春的奶奶当机立断，带着吴春来到了石爽家，在石爽家问了几个只有自己家人才知道的事情后，石爽都答出来了。没错，你就是我那苦命的儿媳妇。画面慢慢消散。这个村子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。妈耶，这篓子捅的不是一般的大。你上辈子是我爸，我这辈子是你哥，这到底是叫爸还是哥？还是说各论各的？我管你叫爸，你管我叫哥，离大谱了喂。那怎么办呢？有什么补救办法吗？几位判官商量了很久，都没想出办法。怎么会没办法？再给他们喝点孟婆汤行不？老弟，当然不行，阴阳有别，我们不能插手活人之事，也不可以对他们做什么。再说了，孟婆汤只对投胎之前的魂魄有用，他们已经为人很多年了。那陆判大人最后怎么处理这件事？陆判大人上报给秦广王了，秦广王说罢了，顺其自然吧。秦广王是说算了，可魏判大人没算啊，罚了我100年俸禄以示惩戒。100年俸禄，这得多少钱啊？老弟，好好干，争取多拿点年终奖。好的，2位哥哥，绝不给你俩丢脸。牛哥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牛哥，张四今天早上给我送钱了，我想问问他这钱哪来的呀？应该是合法的啊。老弟，这些钱你尽管放心用，都是你们阳间自己印的，绝对合法。你们阳间的贪官不少，贪了钱却不敢用，到处藏，藏的时间久了，他们自己也忘，懂了吗？老弟，懂了懂了。牛哥慢走。牛哥马哥走后，陈毅也开始了他的工作，顺着文件夹里的名字看下来，彭芳，女，2018年5月14日卒于蜀省青市。拿起笔，轻轻的点在她名字上，画面开始呈现。婚后，彭芳发现自己和丈夫的性格实在不合，就提出了离婚。离婚后的彭芳自力更生，在学校旁开了家牛奶批发店，店里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。
5月13日晚上，彭芳和往常一样开始夜跑，路过十字路口，突然窜出个人，捂住彭芳的口鼻，将她掐晕。彭芳再次醒来时，身处一个破败的房子内，一个长相凶恶的男人走了进来。你是谁？绑架我做什么？我本来是想绑架你要点钱，但是你家里人已经报警了，留着你也没用了。说完，将他活活杀死。画面消散之后，没想到出来之后，他竟然不思悔改，更加猖狂了。妈的，这种人就该直接枪毙！靠在椅子上许久，等到心情平复下来，陈毅才将手指轻轻地放在彭芳的名字上。下一秒，陈毅就出现在了那个破败的小屋里，彭芳就坐在脏乱的地上。彭芳，你认识我？是的，我认识你。那么你也觉得我活该吗？什么活该不活该的？很多人都说我活该，晚上7、8点还出去夜跑，才会被人杀害。这种话你听谁说的？谁？我也不知道是谁了，就记得我飘荡在街上，听见很多人都这样说，我也迷糊了，一直没想明白到底是我的错还是坏人的错。你没有错，你白天要看店，只有晚上有时间，镇里又没有健身房，只能晚上运动。热爱运动健康生活有什么错？错的不是你，而是那些躲在阴暗角落窥视人间美好的恶心爬虫。只要有这些毒瘤存在，即使不是你，也会有其他人遭受毒手。可他们还说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尼玛，老子最讨厌这句话，你当时就应该一巴掌扇在那些人脸，看看响不响。是这样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没有错。说完这句话后，声纹顿时出现在彭芳身后。原来他一直没是被自己困住。谢谢你帮我解开了疑惑。都是应该，你安心去吧。彭芳没再说话，然后进入了声门。在他消失之后，陈毅也回到了地府。这些年好像很流行受害者有罪论，女孩子被强奸，有人幸灾乐祸，是他们自己穿太骚勾引男人犯罪。大学生刚进入职场被霸凌了，有人说是他们自己没脑子，不懂职场潜规则。这是正常人会发出这种言论吗？连基本的是非都分不清，还是说那些人根本就是敌国安插进来的间谍，专门扰乱社会舆论，带歪社会风气？回到阳间之后，陈毅就出门了去体检，没一会就全部检查完成，从医院出来，找个地方停着等瑶瑶下班。毅哥，你哪来的车呀？先上来再说。这车不会是你刚买的吧？你藏得太深了吧？我真没藏哈，车是昨天刚提的，这不今天就来接你下班了。对了，毅哥，我有一个闺蜜，你是不知道她最近有多倒霉，坐朋友车翻了，还好人没事，我们一起好好走着路，平地她都能摔个狗吃屎，你说她会不会是？这是不好说。毅哥，要不你帮我闺蜜，我和她关系很好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不是要你亲自出面的意思，你就远远的看她一眼，如果真有什么问题，由我来告诉她，怎么样？好的。瑶瑶带着陈毅到了她闺蜜家楼下，借着送奶茶的由头，瑶瑶把她闺蜜叫了出来。陈毅坐在车里，隔着3、4米的距离，清楚的看见那女孩身边跟着个光头鬼。女孩接过奶茶后，和瑶瑶聊了2句就上楼去了。怎么样？是有不干净的东西吗？果然，我说她好好的，怎么能倒霉成这样？到底是什么呀？毅哥，好对付吗？你闺蜜最近有去过哪里吗？比如刚死过人的地方。你闺蜜最近有去过哪里吗？比如刚死过人的地方。没有啊，她除了做指甲和弄头发，没有别的爱好了。弄头发？弄什么头发？她呀，头发不多，所以上周去美发店接了长头发。瑶瑶，你闺蜜接的头发可能是死人的头发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头发不都是走街串巷去收的吗？这些年地沟油、毒奶粉、科技菜，各行各业黑心的人太多，在哪个理发店？我们去看看。一到店门口，陈毅就发现这家店阴气森森的，没什么顾客。走进去一看，好家伙，里面飘着2个光头的女鬼，这黑心老板竟然从死人头上薅头发下来赚钱。你们老板呢？给我出来！我就是这儿的老板，什么事啊？我闺蜜上周在你这儿接了头发，现在人已经躺在医院了。你们店里的头发究竟是哪来的？是不是不干净？我们店的头发都是去乡下收来的，不可能不干净啊！好，我马上就报警，好好查查你这头发是怎么来的。别报警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大不了我把钱退你们，头发给你朋友卸下来就是。这次就算了，过几天我们再来。你要是还敢留着那些东西害人的话，这店你也不用开了。说完，2人就走了。毅哥，我先去找他了哈，我要看着他把头发拆下来才安心。头发拆下来之后怎么办呢？烧了吗？别烧，拿去还给那家理发店，让他从哪来回哪去比较好。瑶瑶走了之后，陈毅也开车回了家。陈毅刚到家，老妈就叫他去吃饭。村东头的吴老太昏迷1天，又醒了，醒了之后一直说胡话，说他去到地府了。妈，什么地府？说来听听。吴老太前一天晚上觉得胸闷得慌，就早早的睡了。睡着之后，感觉床边来了个穿黑色衣服的人要带她
他走，他呢也迷迷糊糊的就跟着走了。走了一段很长的路，到了一个类似府衙的地方，里面排着长长的队。吴老太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，也跟着排在了后面。你这厮生前坑蒙拐骗，致使多个家庭破裂，罚入地狱，受刑20年。我冤枉啊，冤枉啊！在本官面前还敢狡辩，刑满之后罚入畜生的，实是为畜生。这个女人被拖下去之后，就轮到吴老太前面的男人了。吴老太赶紧利索的跪下，难道是抓错了？来人，速速去查此人是否抓错了。回大人，是抓错了，他还有5年阳寿呢，还不赶紧把他送回去，晚了就回不去了。记得抹除他的记忆，别让他说漏嘴。你把这碗水喝了，往前一直走就能回家了。吴老太一听能回家，赶紧往前跑。你等等，把水喝了再回去。吴老太哪敢停留啊，拼了命的跑，跑着跑着就醒了。睁开眼之后一看，已经是第2天中午了。醒来的吴老太到处跟别人说她去过地府了，但是村里没几个相信。那个衙役肯定得受罚。闲聊了一会儿，爸妈就去休息了。陈毅也躺在床上闭上了眼。到了地府办公室了，翻开文件夹，张巧巧，女，2009年9月9日卒于吉省原市，又是个女孩子。拿起通灵笔，轻轻点在她的名字上。张巧巧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当过兵的孙向辉，之后两人就开始谈起了恋爱。2个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，张巧巧父母也知道了这件事，老两口是坚决反对两人在一起，因为孙向辉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舍不得自己精心养大的宝贝女儿嫁到别人家过日子，但架不住张巧巧喜欢，后来又怀了孕，老两口这才松了，可能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张巧巧。婚后孙向辉一直都表现得很好，什么活都抢着干，对岳父岳母也孝顺，是外人眼中的完美丈夫。然而就是这么个完美丈夫，竟然染上赌博，还偷岳父的钱。这件事以后，张巧巧就严格控制孙向辉的私房钱，孙向辉每天只有10几20块的零用钱。就在这时，张巧巧有个前男友，同时也是孙向辉的战友，时不时就会主动联系张巧巧，还会跑去张巧巧工作的地方找她。不过张巧巧每次都没有搭理对方，直到2009年9月9日晚上，张巧巧早早的睡下了。下班回来后的孙向辉站在床边盯着自己的妻看了，突然他伸出双手掐住了妻子的脖子。被窒息感惊醒的张巧巧拼命的挣扎了几分钟之后，张巧巧就一动不动。杀死张巧巧之后，孙向辉走向厨房，再次回来时手里已经提着一把菜刀。他先将张巧巧的头颅砍下来，再砍下了她的右臂和双腿。孙向辉将妻子的上半身躯干留在了热水井管道，将头颅和双腿抛尸在一个隐蔽的地方。处理好一切的孙向辉回到了家中，甚至开始贼喊捉贼，我要报警，我老婆失踪了。警方立即赶到了孙向辉和张巧巧的家中，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，更没有可疑的血迹。因为孙向辉当过兵，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，张巧巧失踪案也渐渐成了桩悬案。直到2012年12月10日，一个工人发现了那具干尸。几辆警车迅速赶到，已经变成干尸的张巧巧终于得以重见天日。时隔3年，警方再次把孙向辉传唤去讯问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一次孙向辉很快就坦白了，巧巧就是我杀的，原因是我怀疑她背叛了我。一条鲜活的人命，至亲的伴侣，孩子的妈妈，仅仅因为丈夫莫须有怀疑就香消玉殒了。陈毅将手指放在张巧巧的名字上，下一秒就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卧室。张巧巧，你好啊。咦，你身上的气息好奇怪，你不是鬼？我确实不是鬼，也不是阴差，你可以理解为阳差。你是来想救他了？能说说床上这人是谁吗？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他好像和你无怨无仇。无怨无仇？他当过兵，这就是怨，就是仇。当过兵就有仇？难道是因为她老公孙向辉当过兵，所以张巧巧搞上连坐了？可不兴这么弄哈，要是没有当兵的，谁来保卫我们国家啊？张巧巧，你冷静一下，不是所有的退伍军人都是坏人，你遇见的只是个例。个例？杀我的孙向辉不是退伍兵吗？我那前男友不也是退伍兵吗？要不是他们，我怎么会死得这么惨？张姐啊，咱们这是21世纪，可不流行连坐，对不对？看着高尚的职业里也有一些坏人，普通职业里也有很多好人，坏的是人，不是职业。哼，你倒是巧言善辩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谁干的你就该去找谁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我不想？那畜生被枪毙之后，魂魄立刻就被收走了，我上哪找他？说着又激动起来，实在是没办法，陈毅只能念读人经了，念到一半。或许你有办法收了我，可你知道我有多惨吗？我生前与人为善，孝顺父母，却被老公活活掐死分尸。我努力工作，照顾家庭，什么都没做错，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。我只是想报仇而已啊。我知道你的不幸，所以想和你讲道理，没有一上来就念咒。你想报仇没错，可你不能找无辜的人啊，他又做错了什么？如果你真的害了他，你和你老公又有什么区别？我死得这样惨，可偏偏凶手干脆利落的走了，难道我这辈子就这么冤死了吗？孙向辉虽然死得干脆，但那是在阳间，他在阴间的日子不会好过，你相信我。他在阴间再不好过，能抵消我受的罪吗？我亲眼看见自己的尸体被分解，又被丢在管道，成为了干尸，你懂那种感觉吗？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你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带你去见判官，你把你的冤屈告诉判官，由他来定夺，如何？好。
你来了。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张巧巧，你先起来回话。大人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他和我一样，被掐死、被分尸、被风干，受尽痛苦。只要大人能够满足我的愿望，下辈子做猪做狗我都认了。去第8层地狱，把孙向辉带过来。两个鬼差拖着孙向辉进入内堂，张巧巧见状，眼中蓄满泪水。你怀疑我出轨，你不是应该去找勾引你老婆的人，欺负我一个弱女子算什么？软骨头，你怎么不去找我那人高马大的前男友呢？因为你打不过他是吧？张巧巧接过鬼差扔来的斧头，迅速将孙向辉分尸，动作熟练的仿佛在脑海中重复了千百次。多谢判官大人给小女子这个报仇的机会，这大恩大德唯有来世再报了。本判无需你报答，之前许诺你的来世荣华富贵依旧算数，你安心去吧。陆判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我并未说你做错，你又何错之有呢？陆判大人，您不觉得我有错？虽然此前从未有此先例，但你这样做本判亦能理解，不过是出于仁慈罢了。你本就是良善之人，心怀仁慈不是什么坏事。多谢陆判大人。好了，快天亮了，你回去吧。陈毅从床上醒来，拿起手机，看到傅瑶瑶发来的消息，脸上露出笑容。体检过了，那就只剩一步了。正审。吃过早饭后，觉得有点撑，陈毅便提议在村子里转转。与父母在村子里散步的时候，迎面走来黑白无常，中间锁着村西的邓三丰。邓三丰还不到50岁就挂了。幺儿，你拉我一下做啥子？刚刚看见一只青蛙，怕你踩到。散完步回到家，但老妈的手机突然响了。什么？邓三丰死了？年纪轻轻的，太突然了吧？听说是他又去姐姐家借钱，没借到，就在地上撒泼打滚，结果打滚的时候脑壳撞在楼梯的一角上，没一会儿就死了。这死法真是晦气。唏嘘了一会，陈毅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躺在床上没几分钟就睡着了。再次睁开眼，已经身处地府办公位了。桌前站着黑白无常。黑大哥，白大哥好。什么黑大哥？我叫范无赦。我叫谢必安。你就是老牛找来的那个干活勤快的杨叉？是小弟我，谈不上勤奋，就是把分内的事做好而已。嘴挺甜，看着还不错。下午我们收魂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了？是的。没什么特别的，奇怪了，竟然白天也能看见我们。你别害怕，我们和老牛老马都是好兄弟，既然你叫我们一声哥哥，我们以后自然也会照顾你的。早就听说两位大哥的名号，不想竟然是这么亲切随和，而且两位大哥如此英俊潇洒，小弟我真是自愧不如啊。已经很多年没人和我们这么说话了，你倒是有趣。行了，今天就是来看看你，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。两位哥哥，你们平时都是一起吗？大部分时间一起，有时也分开。怎么了？收魂的阴帅总共就10位，你们怎么忙得过来呢？老牛没告诉你吗？10大阴帅都有诸多分身啊，否则华夏大地如此广阔，如何收得过来？原来是这样，弟弟明白了。送走黑白无常后，陈毅开始工作，翻开文件夹，王琴，女，2015年2月4日卒于皖南省狮城，拿起通灵笔，轻轻的与名字接触，画面就此展现。高中毕业后，王琴就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婚后丈夫负责挣钱养家，王琴负责做饭带娃。直到王琴在网上认识了崔有华，两人才聊了几天就开始暧昧起来，最终在2015年2月3日，两人约定在狮城约会。王琴抵达狮城后，找了家酒店办理入住，就把位置告诉了崔有华。直到2月4日凌晨，崔有华才来找王琴见面聊了一会，两人就开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。经历了一番激情之后，明天中午你去把房费结了吧，我也要回家了。我身上钱可能不够。你一个大男人，连200块都拿不出来，难道老娘被你睡了还要自己掏房费？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怎么找了你这么个废物？是我没用，我没钱，你有啊，把你的钱都给我，不然就弄死你。说完，崔有华直接拿枕头捂住了王琴的口鼻。几分钟之后，王琴就彻底不动了。崔有华拿起王琴的行李箱，把王琴塞了进去，推着行李箱办理了退房手续。离开宾馆之后，崔有华选择了一处荒无人烟的树林，将行李箱埋了起来。崔有华便装作没事人一样回归正常生活了。但5天后，多日联系不上妻子的徐启报警了，警方迅速开始了调查。不久后，崔有华在家被抓，并且立即执行了枪决。画面就此消散。即使枪毙了凶手，两个家庭的破裂也不可挽回了。恋爱时向往结婚，婚后又嫌日子寡淡，要寻求刺激。做人哪能既要还要呢？而且这些人怎么就这么大？网上聊了几天的人也敢见？你哪知道屏幕对面是人是鬼？昨天还和你情意绵绵，今天就让你魂归天外。网恋有风险，见面要谨慎呐。
先见见这个王琴再说。诚然他死的冤枉，但一切都是因为他先背叛了家庭，否则哪会出这些事呢？自己会尽力解开他的心结，但如果他拖着不走是想害人的，那直接强行度化了去。陈毅轻轻将手放在王琴的名字上，一阵天旋地转之后，陈毅出现在了他死亡的那个宾馆。王琴就缩在一个角落，呆呆的看着前方。他周围的阴气并不重，他不是因为怨恨滞留，那又是为了什么呢？王琴，你为什么不去投胎，留在这里做什么呢？王琴没有回答，甚至看都没看来人一眼。你有什么心愿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王琴抬头看过来，我没有什么心愿，没执念，也没心愿，那还不走？搁这儿当钉子户呢？你去你该去的地方吧，这辈子的路已经走错了，下辈子还能重来，可千万别再错了。我哪都不去，我就在这里守着。守着？你在守什么？我想守在这里，如果遇到像我一样走错路的人，我就把他们吓走，这样也有可能救他们一命吧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些年都没有人来住了。好吧，是自己想错了，没想到他竟然能认识到错误，并且改过自新了。但这个宾馆死过人，生意肯定不会好啊，而且就算有人敢住，也是万万不敢选这间凶房的。这么简单的道理他竟然不知道，还是说人死了之后脑子就迷糊了？你留在这里也是没用的，因为没人会来这儿偷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啊，你的死给他们敲了警钟，让他们不敢胡来了。真的吗？陈毅点了点头，这也不算骗他，他这种死法在当地肯定是引起轰动，当地的男男女女要是徘徊在岔路，应该都会想起这个惨死的女人。王琴站了起来，在房间里徘徊。也就是说，我这丢脸的一生也算是为社会做了一点点贡献。也算吧，不过没什么大用。近2年见网友有去无回的案还有多，时不时就会上个头条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良言难劝该死的鬼。有的道理是说不听也教不会，只有真正落到了自己身上，才知道什么是后悔莫及。我想通了，去我该去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话音刚落，生门就出现在他身后。你知道吗？我死之前那一秒，满脑子都是后悔。要是我没有乱来，现在还在幸福生活呢，孩子也该长大了。陈毅没有说话，这话自己也不知道咋接啊。王琴也并没有等待对方的回答，说完就走进了生门。直到生门消失后，陈毅才长长的吐了口气，总算走了。最近见到的都是一心复仇要害人的鬼，偶尔遇到个要回馈社会的，差点给自己整不会了。陈毅看了下时间，继续工作，熟练的翻开文件夹。赵荣，2009年11月20日，卒于贵省胡城。熟练的拿起通灵笔，轻轻点在他名字上。赵荣原本有2儿2女，是一个幸福的6口之家。唯一不好的是，他喜欢喝酒，并且喝了酒就爱打老婆，经常把老婆打得遍体鳞伤。赵荣妻子即使经常挨打，也从不吭声，苦痛都往心里咽。可就算有这么好的老婆，赵荣依旧不知道珍惜，搞起了外遇，竟把老婆活活气死了。没了老婆的赵荣，从此更是作风放浪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3儿子赵华也是个酒鬼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没有个正经工作，全靠他老婆辛辛苦苦打零工支撑一个家。可就算这样，他每次喝完酒回到家都会打老婆，最后他的妻子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丢下儿子就偷偷跑了，整个家就只能靠着赵荣的养老金过日子。只有赵荣的2女儿还愿意接近他们，一到饭点就给他们送点吃的过来。就这样，直到2009年11月19日，当天赵华和往常一样喝得醉醺醺的回到了家。赵荣看着眼前这糟心的儿子，心里十分不爽，随手抄起了地上的凳子就朝赵华砸了过去。这一下直接把赵华砸得头昏脑胀，同时也让他失去了理智，抄起地上的铁锤狠狠地朝着自己父亲的脑袋砸了过去。1下2下，很快没了动静。眼看自己父亲已经一动不动后，赵华还不解气，冲到了厨房，拿起了菜刀，一脸怨毒的将父亲尸体分解成碎块，不停的切剁。最后赵荣变成了一堆堆碎肉。一番思索后，赵华将尸体碎块藏进橱柜里，就夺门而出了。第2天中午，赵荣的2女儿像往常一样去给父亲送饭，径直走到了房间。可刚走到柜子前，就发现了不对劲儿。只见有一股红色的液体正顺着碗柜的缝隙往下渗。随后，他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柜门。然而，眼前的一幕吓得坐在了地上。等他好不容易缓过来后，就立刻报了警。很快，路县刑警大队赶到了案发现场。经过清点，赵荣的尸体被分割成了408个肉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喝完酒的赵华醉醺醺的回来了。看到自家站着的警察，赵华直接承认了杀人的过程。最终，赵华也被判处了死刑，画面就此消散。或许赵荣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想，最终是死在亲生儿子的手里。不过仔细想想，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迹可循。父母是孩子的第1任老师，也是终生的引导者。赵荣嗜酒，所以他儿子赵华也跟着嗜。赵荣家暴老婆，他儿子长大之后也成了施暴者。酒这种东西，小喝怡情，但喝多了只会放大人心中的恶。一次意外，我被牛头马面带入地府，干起了年薪30万的兼职，只因为我给他们烧了2袋金元宝，就帮我开启了能看见鬼怪的天眼。现在只能去看看赵荣到底为什么待在阳间不走。陈毅将手放在了他名字上。
下一秒出现在了一间装修简单的卧室里，这卧室中阴气浓重，却没有找到赵荣的身影。你是在找我吗？法克，能不能正常一点出场啊？赵荣，你要出来就出来，弄这动静吓唬谁呢？你是谁？到这里来干嘛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当然是想念我女儿，来陪我女儿了。你不该在这里，就算你放心不下女儿，可人鬼殊途，你在这里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和气运。我就是要让她身体不好呀，我就是要让他们不好过。你这是闹哪样？床上躺着的可是你亲生女儿。亲女儿？我亲儿子都靠不住，还会在乎他这个女儿？是你儿子把你杀了，关他什么事？关他什么事？怎么能不关我这好女儿的事呢？我死了，他非但不伤心，还在警察面前说我死得好，我不害他害谁？所以你这么多年不走，就是想让你女儿不好过？没错。尼玛，这老东西气死了自己老婆，还要害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养不教父之过。你自己是个烂人，所以不惯生出来的儿子也是烂人。对你这么孝顺的女儿都害，活该你死得这么惨。妈的，这怨气也太重了吧！陈毅赶紧开始念起渡人经，在渡人经的熏陶下，赵荣浑身的阴气散尽，终于平静下来，不再挣扎，看着他背后出现的生门。你进去吧。说完最后重新开始。赵荣没有回应，朝着生门走去了。下去之后有他受，虽然他死得惨，但他气死老婆的债，判官会让他还的。陈毅从床上醒来，终于可以安心和周公幽会了。陈毅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到了中午。今天要给牛哥马面再买金元宝，以报上次提示瘟疫的大恩，顺便也给黑大哥和白大哥买一些，得赶紧出门了。帅哥，你又来了，今天准备买点啥子？老样子。买完之后，陈毅还是来到老地方，边烧边念叨着牛哥、马哥还有黑白无常的名字。世上既然有鬼，还有神仙，那是不是还有妖怪？下次要好好问问牛哥、马哥。做完这一切，陈毅才拍了拍手，回到车上准备回家。陈毅停好车后，直接回了房间。这一回房间可把他吓了一跳。几位哥哥，你们怎么来了呀？你念我们名字的时候，我们就到了。只是那时候日游神也在这周围，我们就没现身。现在他走了，就出来见你了。老弟，你也是，给老牛他们送元宝也算了，怎么还带上我们了？我们也没帮过你什么忙，这怪不好意思的。老哥这话就说差了，你们和牛哥、马哥一样，都是我敬重的大哥。既然都是大哥，哪能区别对待呢？见外的话就别说了。既然老弟都这么说了，哥哥也只有收下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有什么事你放心寻我们就是。几位老哥，我想问下，这个世界上有妖怪吗？当然有了，黄鼠狼、狐狸、蛇、老鼠这些都是灵性很高的动物，都是可以修炼的。你或许听说过黄鼠狼讨风，这也是他们修炼的一种。那他们为什么要找人讨风呢？他们自己护风多方便。哪就这么简单？动物想要成为妖，最快的捷径就是找人讨风，因为人是万物之灵，人的一句话力量很大，可上天也可入地。可上天入地，牛哥，这是不是太夸张了？一点都不夸张。上位者的一句话可使高楼起，高楼塌，也可使万人殒命，可以令普通人上位变成人上人，也可以一夕之间将让其坠入深渊。哎，好像还真是这样。那遇见动物讨风，该不该应他们呢？听说不应会被报复。最好是应，动物修炼不易，何苦毁他们道行？要是遇上小心眼的动物，和人纠缠几辈子，报复的都有。但应也要应得好，比如有道行的动物来请风，你可以回答多行善事，必成正果，这样既给他风正，也约束了他日后的言行，不能去做坏事了。好，还得是他们阴神啊！这回答也太有水准和格局了。这世上既然真的有妖，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？老弟，那是因为你还没开天眼呢。天眼是什么？天眼就是人身上的第三只眼睛，可看见普通眼睛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神、鬼、妖。可是我早前就能在白天看见鬼了呀。那是因为你魂魄变强大了，自然能看见比你弱的鬼魂。但这不是开天眼，真正的开天眼是能无论强弱，你都能看透他们的身份。老哥们，怎么样才能开天眼呀？普通人吗？基本一生都开不了天眼，有的人因为一些奇遇也能打开，至于修道之人，到了一定的境界自动就开启了。看来我是开不了天眼了。你要真想开，哥哥们帮你打开就是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老弟，哥哥先提醒你一句，开天眼之后，如果你看见妖怪为非作歹，尽量别管，那是天庭该管的事，你身上没道行，治不了他们。老哥放心，我自己几斤几两，心里有数的。说完后，牛哥对着他额头轻轻一点，陈毅看向他们四个，这才发现牛头马面黑白无常身上都散发着淡淡的蓝光。牛哥，你们身上有蓝色的光？所有阴神身上都有，以后你见得多了就明白了。行了，聊了这么久，我们也该去干活了。好的，几位老哥再见。这时老妈突然走了进来。老妈身上也有光。瑶儿，我刚才好像听见你在和别人说话。哦，刚才我同学给我打电话，说是明天请我吃饭，一会儿同学，一会儿朋友，反正就是不在家吃。把老母亲敷衍过去后，
傅瑶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明天周一应该会开始对你进行政审了，准备好了没哇？材料都准备好了，邻居也有联系过，你放心。政审过了，我们就可以一起上班了，真好。挂了电话，陈毅躺在床上就开始犯困了。再次睁开眼，已经是在地府工位了。翻开文件夹，汪磊，男，2011年5月16日卒于贵省杨市。拿起通灵笔，正准备点下去时，一道声音传来。